对，也不会像是之前的我们直接第一局就是一个我讲呀，你不拿你就是吃亏。现在不一样了，就有了女王风。后边第二局，我同样还是在博小阳这边的班位，我给到你压力，你只点在了女王峰点在了红蝶亭的位置，脸上就是木原的弓箭手。那这样子是有可能开局直接去找一下木原的弓箭手的。是的，在开局的时候如果把 OB 位好进入比赛，是没有选择去追击这边的弓箭手，想要去中场先干扰一波密码机。中场这里好像也并没有去刷，所以直接转头去找这边的小迪。对的，还是幸运玩的话，追击收益可能会更大一些。绕到了一些身位啊，那这边的板子你要是翻的话，就会吃个毒刺。是真直接命中。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道具许愿的是一颗橄榄球，不过这个身位贴近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太快了，你这个球现在就直接用到了，你后续怎么去拉开呢？而且你这里的牵制也会干扰到笑笑。对，你可以看到交出一个双弹射之后再衔接上橄榄球，但这个身位还是保持得很近啊。先躲，但是现在能量也比较多，没能躲掉。直接完成快速击倒，开局40秒直接击倒了幸运儿。可以看到女王峰在近身博弈的时候，这个追击能力是非常的强。对，还是在鱿鱼吧，开头那一波被骗到了，对吧？你让身位直接是拉近了，现在也要看笑笑这边怎么去救援。到底是笑笑救呢，还是说是会换一个人过来去偷一波？目前来说的话，另外2名队友好像都在破译，但是这边花慈好像说想去帮笑笑这边去分担一点救人的压力。对，想让花慈这边来试一试。反正2个人的位置都比较近，让谁来救都可以。这边花慈已经过来了，看这波救援，反补过来一个应激试刺。是的，这边飞轮也是尝试躲掉一些毒刺嘛，然后成功把这人救下来。对于东贤来说，现在救援只要说是拿到这个救人的人状态就可以了，因为击倒节奏很快。如果说状态拿到之后，残局运营的空间就会更大。是的，小迪现在的想法是想要把这个闪现能不能逼出来。如果说是能逼出来，等一会儿弓箭手过来再进行 OB 我还能拖更长的时间。交出橄榄球，小经典。不过这个拉球的位置好像有点小失误。我怎么感觉他这个灵敏度没能及时的调过来呢？如果说是这个橄榄球可以拉球进板的话，这个闪现是应该能吃出来。是的。现在再挂上这个狂欢之椅，还是得让大副再过来进行救援。但也由于现在你这个闪现并没有交，所以等一下你弓箭手过来进行 OB 吧，那到时候弓箭手的压力也是倍增的。是的，东学可以先处理掉你这个弓箭手，然后我再回去挂人。这边先把花慈赶去墓园破译，这台2轮的密码机可以留给笑笑刷完化险为之后来破译。对，也是节省时间。一个预判失真没有命中。是的，2次都没能命中。手上能量还有一发预判失真的机会，尝试看能不能无伤。哦呦，恐惧震慑！这里的预判直接是阻挡了这波人救援。那这样子的话，相当于是直接无缝续上了第2手节奏，并且这台24阁楼的密码机也站住了。是啊，你现在弓箭手是要从独洞那边过来的，这个位置太远了。但是也得来呀，确实得来，因为你现在的节奏你不得不救。对的，但是这边其实洞察到了赤红赶来的一个位置，想打一波反心理。手上现在还有闪现，他现在不求我椅子上接下来挂的是不是大副了，他只需要这个狂欢之椅，我能挂上人，这局他就有一个多抓。但是龙骨弓空掉了一根是真，再来一个是真，又一个恐惧震慑，我的天哪！东玄这个手语的理解实在是太强了。对，2次全部都收益成功。其实女王峰她这个抬手前腰啊是有一些时间的，对，是有的，所以也是要看求生者这边能不能利用飞轮去抵挡一波，或者说是能去堵到他这一刀不会出，我能把这人给救下来。对的，目前来说的话，场上密码机得赶紧把24楼开掉，才能去把地窖给刷新出来呀。对你现在也只有4台密码机，但这边有一个他现在的状态也很危险，有闪现，飞轮过来完成救援。是的，那这样子的话，看笑笑能不能把这个化险为机给开出来。是，还利用反补快速接近，想要打断这边的弓箭，但是现在的龙骨弓也并没有去射到，所以说现在大副也是非常危险的。这边的话，进板有一个过板博弈的机会。是的，现在就在拖时间，拖2个人能够去摸好状态，但现在密码其实实在是缺的太多了。对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地窖收出来。对，能有走一个可能。对，我在想飞行家这个绝处逢生要不要交，因为交了之后可能就不太好进行跑一个了。但你现在不交，他离的位置又比较近，你想让赤红去拖出来，接下来的密码机进度也有点难。还是得交，因为你不交掉的话，这边密码机还是剩4台未破译。是的，你交掉之后才能去把这个24楼收开，然后把地窖给刷新出来。是，
不成弩刚刚也是直接用了出来，现在就身上还有龙骨弓可以去用，现在也是通过撕裂纸避免了一波追击啊。这边利用一个后撤不断加速，两个式针直接完成击刀。对，他来不及去躲的。对，因为女王蜂发射这个式针的时间是很快的嘛，再加上是无抬手后摇的，是可以连续去出。韩宝能量现在也是已经到了，再回去找花瓷。再往前走的话，耳鸣马上就要出现了。身上有2个喷气背包，还是比较难的。再往前走的话，耳鸣马上就出，看东玄能不能排到花瓷的位置。好像说是嗅到了哈，走到这儿的时候耳鸣出现，那大概东玄就知道你只能是躲在这个花坛角落里了。对的，这里喷气背包用了，也只不过是延缓自己的倒地时间。对的，是只能往回喷了，没办法。这边倒地之前多吸点能量嘛，这样子我化身热沙风球之后也可以有快速赶路能力。往外移动，他再给你击倒嘛。你也没有绝处逢生了，刚刚是自己直接交的，所以他现在再去找弓箭手，那其实就是能完成4抓啊。弓箭手也毫无疑问，就是肯定是从墓地这边是起来的。哎，没错，你要想去拖到花瓷一个淘汰的时间，还真的是有点久。对，他送的能量也是刚好够。这边给一个窥视者加注点位，这里就慢慢降。即使有飞轮，你也没有办法去拖到飞行家这边的一个倒地状态留完。先把飞轮骗出来，然后再拿一个翻板震慑。是的，现在2位求生者都是没有绝处逢生了。是的，那也是能完成一波4抓嘛。由于这个地窖也是离得特别远，飞行家是并没有什么机会的。东玄只要守这个地窖，他就能完成4抓。是的，那在第1回合的。相信自己的天赋，认为是昨天自己一些体系上的失误，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牵制上失误，在今天进行一波证明。是的，打女王蜂的一个 L 型的悬点，建筑者点在了红蝶亭的位置，脸上就是墓园的咒术师，差不多一样的悬点。对，他这边上来会选择怎样追击？一样的追击路线，一样的选择吗？但是如果追击飞行家的话，他的牵制能力可能相较幸运儿会有强很多，因为他是有一个悬停的嘛。是的。这里是能去绕一绕的，同时他现在也是有个双弹的。对的，这边能量的话，这里的喷气背包先用了，就有一点被骗到了。不过还好，因为他这边还是能拖出下一波的一个空气背包 CD 嘛。对，有板台，一个远程失真没有命中，是。能再去绕。这里的双火还是骗到对面监管者技能。对，阿云的走位也是非常细节，这边再交出一个喷气背包，转回前面的板区，但前面可没有板可能就要命中失真了。哇，差一点就2发全部命中。对的，他的飞行器还有7秒钟的一个 CD， 转到前方窗区之后，又一根失真命中，再接1发失真，不过被躲开。是，闪现现在还有8秒，只能用自己的悬停了。是的，可以看到飞行家他这个拉点能力还是很强的，进行一波反绕。哎，这里给到一些闪现的身具啊。那这样子的话，完成击倒。不过这一局它是一个1分10秒的一个击倒的时长，并且它是吃出了进攻者的一个闪现。是的，牵制时间的话肯定是比上一局久的，但现在也要看你这边的化险为夷能不能给的稳定一点，保证自己不双倒。因为你现在只要不双倒，外面密码球我确实能拖很多。对的，通缉给到的是3岁的咒术师，那这样子1花可以过来安全救援。对。一个预判失真躲开，这波手语博弈淘汰进度还是非常富裕的。这些椅子面前的博弈也是吃到1刀，成功把人救下来。对，而且这波因为阵容里面是有一个医生的嘛，所以他们调状态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快。对，不耽误多少时间。利用化险为夷的时间倒到甲门最角落去拖一下挂上狂欢之翼的一个进度时间。对，也给到队友这边我能去调整状态啊，或者说是密码机我去快速破译。对的，这边玉林也是直接过来想去套第2个化险为夷了。对，医生这边带化险为夷，只要他能把这个人救下来，无论他打成怎样的残状态，他都不担心。对，这边通缉给到的是1花，那这样子的话，玉林他救人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因为他是携带了一手弹射加化险为夷，他没有携带飞轮。这边白鹿的女王蜂能量又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贴近椅子之后有一波博弈的风险。对，就看这2次失真能不能直接命中了，还是说是3次1发失真。就看下一次又命中了，这就是风险，因为他是没有携带飞轮的。对，没有飞轮，那你这里就不会去好去躲吧，因为这里的道路呢还有点过于狭窄了。对，而且这把节奏跟上把其实还是比较像的，因为这边又是无缝被续上的节奏。是，密码机现在也差1台，白鹿也同样有机会去争波4抓。
一花现在必须扛压，虽然是半状态，但是他还是得身负重任，把这个医生他得想办法让自己不倒地的可能，然后无伤救人。没错，一根预判时针没有命中，或者说是拿自己的命来换，能有机会吗？又躲开了一发预判时针，他想把这边的医生有利用空刀的后摇救下了医生。对。 他只要能扛到就行，因为现在也是要让医生这边能去撑住这个时间。对的，但是女王蜂现在是可以化身热杀风球的，所以牵制能力的话会不是很大，没办法撑住。对，本来一花这边的想法就是我把这个人救下来，我帮你去扛到刀。如果说你这边换挂，那就达成了这边求生者的目的，让医生把自己的状态我再扎满，再过来给个化险为夷，强行拖一个3人开门战。没错，这边大副的自愈也是马上就要压好，但是不太敢起。 现在还是蛮难的。3岁现在也是带着自己的一次咒像过来进行救援。对的，白鹿手上是有很多的能量的。这边先去针对一下上挂就被淘汰的玉林，是想要直接上车拖些时间。上车就是晚点倒地了。对，但是场上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个65的进度左右嘛。没错。 这边3岁想过来强行拖点时间，拖那边一花的破译。是的，想帮忙。那这个距离的话，来得及吗？飞轮补距离，成功吼了下来。你帮忙扛到刀啊，没人能扛到刀，那这人还是能顺利的挂上。对的，第2层的猿猴咒像的话，有没有机会续上？续不上，太难了，时间上并不足以。 他并没有在监管者附近，我能牵制一道时间，我去续到1层。对的，这边的话是有点想去先找一下24阁楼的一花。是，密码机肯定不够。对他风球赶路直接贴近，好像是能洞察到，直接洞察到了一花的位置。找到了，但自己的能量并不太够，所以说是刚刚没能有一波次能够打出来。对，但前方的话有一个时针的机会，又中了。再等吧。 他现在其实可以把你这个大副我赶远一点，然后直接传送回去，我去守那边的假门密码机。对，或者说现在可以直接尝试把它击倒，击倒之后我再传送回去去守。现在能量还是很多的，还是可以化身日杀风球，利用应激试刺，然后完成击倒。不好躲，他要抓住那个时机，而且要去预判对面的监管者他会怎样去选择一个方向。普通的式针可以通过走位去躲，但是应激式针的话只能通过飞轮去规避。对，而且还得去预判。对。 这边传送过来，直接就是3岁的咒术师，一个式针成功躲开，但是一个抽刀，然后命中了这边的3岁。没错，3岁现在也只能往红泥河这边去牵制，尝试拉点。一个应激式针再次命中，手上有3层猿猴咒像，就看这波博弈。现在也只能交了。如果说是你现在再不交，那你就没有办法跑到地窖旁边。前面就是地窖，交出一个板区弹射，往地窖进行转点。有机会吗？大副这里还马上就要淘汰，但是淘汰之后会有一个小僵直，还有个能量，这里能不能命中？板子敢过吗？哎呀，一个过板刀完成了击倒。是。 主要你在面对女王蜂，他没办法，因为他是不需要出刀，我就能把你这个角色给完成击倒的。对，如果说是把这个板区下了，非常快。那你要说是抓这个医生，可能就会跟我们刚刚猜的差不多，就是在2台半啊，或者说2台7成这样的，都是名牌，我就是要抓你的医生。没错。在这里，其实逼医生上车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对，看到游戏画面。 是直接去找小迪，小迪的点位呢是选择站台先去绕一圈，对，先进行板区博弈嘛，因为他有一次容错性的机会，就看这2个板子，哦，先躲一波抽刀，也是这样子可以转进更后侧的板区进行一手博弈。但守门人是直接破译的，并没有想着过来去帮忙点这个站台灯，那只能就是说靠小迪自己一个人了。对，这边的话马上会给一刀，再利用受击加速去上车。是的。 持刀坐车，然后下了站台之后，直接再把自己的状态给打满。对，第一波状态肯定是可以打好的，而且他这个持刀在坐车的点位真的是很讲究，因为东泉这样子赶路速度会更快、更慢一点。是的，左边是直接找到了医生的位置，完成下来，然后再吃一刀，窗弹加速。对，这边想利用受击加速，再利用鬼屋的地形进行一波转点。他们想让古董商过来给个几次机关消，哦呦， 1棍2棍。 这样看你会不会换？如果说是你不换，医生这里呢，我可以接着把自己的状态我尝试打好，打好之后我再吃你一刀，再去坐车。但这里好像是直接去选择强行坐车，
这个状态的话，要打起来可能会有点不够啊，而且距离车的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来得及吗？我感觉来不及啊一些。不过他能倒在站台的另一侧的话，算是多拖了东玄很多的一个时间。是的，多拖了10几秒，至少你第一时间是不会直接能挂上的。对，而且你看场上密码机现在加起来已经有近乎3台了。就虽然说这个车我没坐上，但是我倒在这个站台另一边也是有收益的。这里千人还误点到了这边的一个关键站台灯。有可能是故意点的，不知道。反正现在也是让守门人过来进行救援，拖时间，能不能卡得极限一点？这把的密码机甚至有机会能收购啊！有的。看这波手语博弈，对于守墓人的话，救援压力也不会很大。看木偶这边是修的是哪里的密码机？对的，有一个安心加速，救援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哦，修的是红马的，哦，好像是3站。这边要小心鬼屋板区的那台密码机被揍着，所以要赶紧带走。没错，直接倒在金教屋。但这个点位的话，如果说金教屋桥刷了一把椅子的话，可能会稍微干扰一点3站的破译啊。对，他现在手上的技能还没有用过，所以说随时我可以切位失常，强行保平局。密码机现在是2台都有个1半多了，对，甚至想直接挂到3站的这把椅子啊，因为小迪这边是携带了一手弹射嘛，所以携带求生意志的概率不大。对，猜到这一点，挣扎不下来。等等，再看波化险为夷，救下来之后，守门人可能会跟木偶师一起去抢这台密码机。想必就让古斗商过来想操作一下。尝试打个4人开幕战。对，医生这边携带了回光返照，是有一个争4人开幕战的能力的。对，那等下看化险为夷救下来之后，让医生跟古董商进行一波配合，木偶师给这台密码机压力。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东玄这边他还是有一手底牌在手嘛。对，可以选择切兴奋，也可以选择。那你这个闪现如果说是交给古董商，我觉得不太赚，因为现在古董商我可以直接给你2棍，我还剩1棍，我去留着，我看你这边的话签不签。这边直接要切兴奋吗？直接切兴奋，只能切了，确保一个稳定保平吧。对，那我觉得切了兴奋跟用了失常的效果都可能差不太多。哦，也兴奋会更好一点，因为他在后期跟古董商进行近身博弈的时候有更多手段。万一要是被古董商给 OB 下来的话，就有点亏了。对的，这边再次去驱赶一下花瓷的木偶师，那这样子的话就稳定去留上，再把花瓷木偶师留住，进行一个保平了。花瓷这边还是不太好，想回溯过来去找一下起点站附近的求生者，因为赤红古董商开门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是的，其实他抓哪一边的都差不太多，对，因为你只要抓了一边，另外的门你肯定是能开的，而且然后中间的这人他能直接走另外一边门。是的，而且赤红这边他是有飞轮的，并且他也有机关枪可以近身博弈嘛。对，地窖这边就在2站。挑飞轮，不过被一个过板刀直接完成了击倒，但是那一侧的门也是守不住了，2名求生者也是可以走终点门完成一个平局的。是的，他这里飞轮得先去盖板，然后后续的话再需要这2个机关效能去命中才有走这个地窖的可能。是的，就是2边的一个近身博弈。其实东玄这边也是预判到了古董商的一手操作，他猜到了什么时候会释放飞轮嘛？对，这波兴奋的话。勾上站台也好，还是说是碰到气象，我利用这个云层，我直接就是说是上了站台，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见到阻拦，只能回速。那你回速了也是终点站台，那刚好白鹿去追击终点的斗牛士，相对来说去找这边的气象学家。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直接去追击一下终点站台的玉林，并没有去站台啊，选择去红马，在双双点位，想挡住自己的。对面的视野吧，但这样子双双惊喜给到惊吓标记的速度会不会比较快呢？平地可能能跟上。对，一颗焰火的惊吓标记是插个干边，还有一个粘土。这边有一个莫莱塔记忆的机会是。哎，肘击完了之后往的后边去走的，那就是积攒一下自身的斗志吧。这里能跟上吗？啊，没能跟上。要是能给上一个粘土的，哎，这里好像是想要打一个双色干冰。差一点躲开了，是，但是还是第2段双双惊喜完成了命中啊，后续跟上了。对，但是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个斩不招引了嘛，没错。这个身位不想让出去，卡板，这里的板子应该就会直接去用到了，监护者也是直接去防，去看这块斩布，直接背后是直接打到了，但好像还是等这个斩布的持续时间结束。
结束其实就是在倒地的时间了。对，一个双横惊喜，还差一颗焰火标记完成了击倒，一个1分12秒的一个击倒时长。没错，偏向于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牵制时长，但是这边的移形是没有吃出来的。阿远已经跑了过来，想要进行救援，但是通缉也是给到了这边的阿远。这里救完之后，斗牛士就一个倒走了，看会不会倒到幻木马那里，让守护人这边能快速救援。有一个飞轮，这里的救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是的，这边又给了一颗干冰，只差一颗焰火就可以看到双倒。这边有飞轮，提前交出飞轮规避一下，但是好像还是能拿到双倒，能补上，手上还有移形，你根本就拉不开距离，对，还是能打成这个双倒，让斗牛士无法牵制到额外的时间。是的，还好说是一个气象学家吧，他在双倒之后，我可以快速去打一个暖雨嘛，把这个劣势给稍微扳回来一些。是，暖雨是已经画出来了。暖玉是画出来，但是自己手上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手持物了。对的，一花过来想进行第2波救援，再刷一个化险为夷。没错。通缉给到的是这边的阿远，但这波救援同样要小心双倒，因为他是有一个2阶了。对。你再双倒，白鹿可能就不只是能争一个3抓了，他可能又有机会去争个4了。对的，这边要不要摊一下呢？好像是能摊到的，一个绕场谢幕拿到了这一刀。这里要能摊到之后，你气象现在也是个半状态，你2个人互补这个状态。你如果说是补了这个状态，那么后续你这个密码机也是强硬不够的，我能再去追击倒你们2人。对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把这边的玉灵挂上了之后，还能找到这边的一花，那真的就很痛苦了。是阿远这边不敢去补状态，一旦要去补，监控者可能会通过这个耳鸣或者说是位置，我能直接判定你们2个人是在终点这边方向，所以是先躲开。双横惊喜去盘一下求生者的位置。对。不过这边樱花是打了一波反心理，挡在了终点站台的里侧嘛。是的，因为他给出的视野是往旋转木马方向跑的，但是视野消失之后，我再掉头回身走，也是保住了自己这波没有被快速续上节奏。没错，白鹿现在不管是能追击到这边的阿远也好，还是说是能找到这个守门人，其实他现在都是有一个4抓点的。对的，还差一颗粘土的加标，完成击倒，直接完成击倒，也相当于是无缝续上节奏了。对，而且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移形又好了。没错。然后你守门人碰到密码机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直接切身传送。对的，看到金教物的密码机是在抖的。这边双横惊喜排一下外侧求生，直接预判传送这边的守门人，守门人是交出了绝处逢生的。哎，就算是交了绝处逢生，其实也是需要把它挂上，因为他在这边的一个3元密码机啊。对，这是一个近乎满产的进度。对。空中飞人赶路跟进，那还差一颗粘土，让谢幕打出来，还是要打出来直接追，打一个双色，直接完成击倒。那这样子守门人就站住了这边的一个3连击了。是的，3连击现在你谁敢碰他就追谁。局势对于求生方来说会比较不利，再加上气象学家他是没有道具了。是，2位角色都是要从中间的通道过来才行，所以现在白鹿呢也是。洞察到了3色的位置，这个点位是绝对救不到的，甚至有可能直接被续上节奏啊！对，打上了2色的标记，现在就差粘土给上了伤害。还有第2代双横惊喜，甚至钩爪都因为焰火舞台的一个沉默效果，导致不太好交。是完成了击倒。阿远现在想要救下来这个守门人，都是要过半才能救援的。对，一个疲于奔命，你虽然能救下这边的守门人，但是病患怎么办呢？难办，这2个人都不好救。对，你现在过来救呢，那2个人都会放弃自己手上的密码机，然后过来进行救援。这边的话，视角一直在看旋转木马侧阿远的位置，是本体追击一下一花的守门人。一花不太好撑，手持物这边没有太多了，所以说他现在可以倒。进度要结束了，双横惊喜，再打一个双色，差一颗粘土。这边的话，预判过来，绕行谢幕完成击倒，再利用传送，刚才底牌切过了，直接传送过来手乙。没错，那现在也没有双重惊喜，所以现在也是最好的救援时机。对，虽然是能救下来，但是2个求生者不太好跑。哇，把飞轮都给骗了出来。哎，甚至想利用一个气球把3岁看能不能骗下来。如果能骗的话，他能免费打到1次标记吗？对。这边是有一个窗弹射的，1次，
空中飞人拼下来，直接完成击倒，行是的云流水啊！抓到了他空中落下的僵直，直接是又再次给到了双色标记，完成刀，对吧？对他在应激结束之后，或者说应激在消失的时候，其实都是会使用到自己一个拉距离的能力。在你要说是换其他的拉队员，我甚至倒时长这边东泉是点在了大房上方的一个位置，是。这个选点的话，如果要头铁追击大房的空军，地形上来说都好。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去往了猎人木屋，想要找空军的机会。对，找一下花丝的空军。这个点位的话，对于空军来说，牵制压力可能并不会很大。是。这边先控制原生拉个超距，是。但花丝也是非常稳嘛，没有第一时间荡过去。接射放远处，想要拉超脱。要进板区，因为东泉这边携带的技能是一个闪现的缘故嘛。是，这里想要借个板弹直接拉开，让自己的寄生先短时间内跟不上吧。板子也同样盖下，两个信徒超距 C 板。前方的话有一个阻击刀的机会，哎呦，但是这个信号枪很及时，并且信徒停下来了，因为空军下板速度很快，这个抽刀也没能命中。对，空军其实有点大胆，怎么说大胆呢？就是他是堵在了你这边的本体肯定会控，然后把这个枪刚好去打断你这边的一个普通攻击，所以这一波也是阻挡了寄生我可能会拿刀的这么个空间。对的，这边再控制一下原生信徒的一个超距，其实这时间都没有放狗，大概也就能猜出来你是个闪现了。是的。你要是放狗的话，早放了。还是一波双信徒的超距，那这主要控制寄生信徒停下来就好。哇，甚至一个回身盖板，这一刀还规避了，又化解了这个危险。对，那这样双信徒包夹要考虑闪现开刀了。你交闪了没问题啊，现在你寄生已经是被停住的位置，你无法续上第二个闪现啊。对，这边想交一个闪现去给佣兵补上一个信徒，把空军包夹回来。是想要架住他，完成快速击倒。佣兵现在应该是在拉远位置，但护岸要不要去弹呢？弹开之后给到这边空军能去吃寄生的机会，没能给到机会。对的，3个信徒包夹真的是插翅难逃。是。不太好跑，不过你看牵制时间已经来到了一个2分钟了嘛？对，虽然说场上密码机进度加起来是一个近乎3台密码机，但是后期破 A 加速会起得更快一点。两方的目标不一样，我只能说，现在佣兵可以去救的，只要能救下来之后不双倒就可以，然后到时候心里再去给到你这边应急，给到你补状态，那3人还是满状态，你女巫下手节奏，但是这里给到了一刀，被拦截到了一刀，那有一个双倒的机会，双倒有可能吗？这里再摊，哎呦，利用出刀后摇打到了空军。那节奏上，求生者还是接受了。是的，如果说这一刀能命中佣兵的话，那东玄他就有机会能滚起雪球了。对，他是能起到双挂啊！你空军后续你肯定是牵制不了的，因为旁边还有一个信徒。但是利用自身的一个寄生信徒的一个超距，然后命中了佣兵，然后再看能不能控一下这边的信徒去进行一波双挂。是。女巫的节奏就是双挂能起出来的嘛？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得调动2名求生进行救援了。1人救1位，这还能救吗？位置太远了，附近有人吗？拉队员已经过来了，甚至想进行一波交汇。是的，把气球的位置换一下。天哪，佣兵是亲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倒地了，但是2个人都摇下来的话，这浪费时间浪费太久了。是的，但是这段时间求生也是提前布置好的一个救人思路嘛，所以密码机时间也没有特别多的破译。是。这边破译加速效果已经出了，等你那边牵起来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人救下来。其实这局对于东玄来说，还真的有一个运营空间。有的，就这波双倒嘛，双倒给到了机会了，他能拉扯一下。这边是没有化险为夷的，有闪现直接完成快速击倒。那边佣兵的自愈也是一时半会起不来的，相当于是空军逃下来之后，我可以再次把佣兵续上狂寒之以上。是的，佣兵现在有点难跑，就是手上的护腕现在也比较重要。你一旦这护腕交了呢，后续你这个箱子是一定得去摸的，否则监控者我看到你一次我就追你一次。对，这边的话把空军淘汰了之后，小迪过来去救援佣兵。折弯刀，佣兵的话也得交自己的护腕，他现在不能倒地啊，没有算到监管者的一个闪现，已经就绪了。那现在东玄也是有机会能获得多抓了呀。对啊，因为这个时候佣兵他已经2挂了嘛。是的。
感觉最关键的一波环节就是东玄那波进行气球躲蚁的时候，但是求生者方没有进行破译，是，就是他自己浪费了时间，但你求生者并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多破一个20%啊，或者说30%。是的。不过佣兵手上还有一个护腕，但是这个人的话，一个主观锚定贴近位子，一样的。 但这来之后就要被打到一个针对了。对他打到心里也行，对，因为他打到心里之后，你后边你肯定佣兵还得再过来救援，你佣兵又没有护腕，那你过来救，我手上有闪现，两个人我都能马上击倒。是的，这样子节奏就永远在东玄的手里啊。是啊，你这是葫芦娃救爷爷了，那葫芦娃你现在你一个都自身难保，因为这边还是有闪现的。对你位置现在被逼得越来越远了，你拉队员又没有办法过来进行救援，现在在东玄的视角，这个局面其实已经是握在手上的4抓了。是的。 目前来说是4抓的面还是很大的，很大，特别的大。所以说现在笑笑一旦要是再被击倒，闪现距离也是有了，完成击倒，那现在我就不用赶你佣兵了，对，你佣兵推裂直接就拿到一个走。是的，你佣兵现在身上是有一个寄生的，那你这个寄生信徒我一直跟着你就行了，你敢起，那我这个寄生我再跟一个闪，那你就没有绝处逢生了，我可以慢慢的去解决这个拉拉队员。这边的话也是锁定到了拉拉队员的一个位置啊。是。 这种局从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死局了，对，而且也是看到了地窖就在绿河的这个方向嘛。对，双方都已经确定了地窖的位置。手上有闪现，对于可可来说，他的牵制空间也是比较小的。是。反区博弈的话就直接交闪。哎呦，闪现盖板，预判到了求生者会闪现进板。对，求生者这边也是直接盖了，但是。 还是无伤大雅，因为这边的话密码机你开不掉啊。是的，监护者这边反正69密码机你没人现在敢碰，再加上你现在佣兵你敢起，我就直接寄生跟上了。对，这边一直有一个寄生信徒的压迫嘛，所以佣兵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边超距已经马上要跟上了寄生信徒，跟着踩板，往一波抽。佣兵现在也是直接起来，要不直接控这边的寄生，再次进行追击。 同时也要控制信徒去驱赶一下拉拉队员的一个自驱。这个过板，但是又被盖了一板。是的，那边的佣兵呢也是已经把自己的寄生给驱掉了。这边一个超距过来，双双下点，能架住吗？可以，应该是可以架住，因为超距是一直没有停的。白层密码机的话，破译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只有30%。是的，寄生这里能跟上。 也没有加速了，对的，再补上一个信徒去找一下歪侧位的佣兵，没错。佣兵的密码机现在也已经破译到了45，先防一手，他怕他破译密码机能破译量，因为确实追击的有点久了，他无法确定外边密码机到底破译多少，甚至直接挂了。知道你佣兵没有道具了，我这边的信徒进行一手包夹的话，你也牵制不够。对。 边切了，直接切放狗。是的，求生者这么一咬，那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了。对，身上没道具啊，咬3次的，一直抽就行了。完成了击倒。是，那就是在第3回合的上半场的时候，又是东玄他率先又还了一个5分。是，等到下半场让白鹿这边上的时候，他就是需要完成一个平局以上才行。一旦要是说被对面给3跑了，张地图我追击你们哪一个求生者其实都行。 对，哪一个求生其实你的牵制都挺费力的，因为你佣兵想要左边当城区可以直接去往中场，佣兵就直接不去找了，你去找的话没有什么用，外边密码机进度就会太快。对，直接去中间把。好，进入比赛画面，像刚刚所说的，先去中场，去中场把幻灯师给赶走，但是幻灯师这个位置有点近呐。 哎，这边是直接决定原地站着牵制了，避免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但是好像能听到本体的一个位置的样子。有机会拿刀吗？那这里距离好像是有来得及啊，来得及拿刀。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板区，抽一刀，这里是非常危险的，骗到了。非常难博弈的一个点位，这样子开局第1刀命中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走到这里也同样危险啊，只能利用幻灯片进行一波拉点，一直在骗。白鹿。 求稳，先把这个板子给踩掉。对，好在说待会儿有一个先知的一鸟进行保护，所以说还是有牵制能力。这边佣兵要辅助进行一个下板。对，板子是提前下的啊，因为他现在也要小心自己可能会被抽刀。看这波一鸟，
你想先扛到一刀，辅助转点，但是闪现也快好了，看是幻灯师的飞轮如何进行预判。能不能省闪吧？飞轮进板，看这波板区博弈，好像还是得交这个闪现。1分10秒钟的一个击倒时长，闪航密码机加起来一台多一些。现在1台半的进度，也是让求生者这边是需要给到化险为夷，让佣兵来。对，目前局势是比较偏向监管者的，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幻灯师待会儿有人物投影以及勘探员的陨石磁铁可以帮助他2次牵制。是。看一下这波救援。 佣兵过来给个化险为夷，看勘探员过来要不要去联动一下吧，拖点时间。第一波的话，好像是考虑先倒离自己进度较多的密码机，对，然后选一个比较好去2次牵制空间的一个狂欢之翼，是，然后再考虑看勘探员怎么进行救援。目前局面勘探员如果不来，这个局面是很难保平的。对。 因为先知一鸟给过了嘛，小航又没有特别强的调转弹能力，密码机进度的话也是比较少的。是的，先知没有后续的牵制的能力。勘探员呢，虽说也有个3块磁铁，但是你勘探员在追击勘探员，就是割据在追击勘探员的时候，它是不华丽的。对，而且这个导点是想倒在猎人木屋后侧，但是白鹿知道我不会挂在那个你好2次牵制的椅子的，我挂在这个板区被消耗掉的椅子。是。补好了佣兵的状态，让佣兵再次救援。 喊出呼唤，手上现在只剩1个。手上有2个人物投影，看这波如何进行2次牵制。勘探员不想过来了，想着以破译为主。对的，这边翻过窗户之后的话，隐喻有些回速会有点远了啊。是的，失误有点多了。进到前方的一个小短板的话，牵制空间会比较小，但是还好有人物投影。没错。 能跟上，拿到这一刀，算是拖出了一个相当于佣兵携带了2个化解谜的时间。是的，拖出的挺久了。这波的话，看2次节奏，想去找一下中场附近的阿远，阿明迟迟不出，外侧密码机也没有在抖动，但是好像是一个影之回溯看到了这边的3岁，猎人木屋是遗产啊。 得想办法赶紧说要不要带走。对，不能倒在这里。这边是一个弹射的勘探员，再利用板区牵制。外侧的话也是在第一时间调整状态。是。前面有一个1刀的机会，再交出窗弹射，得赶紧带走这边的猎人木屋遗产。是。这个想法好像是已经是带不走了，那你不带走，这台密码机就是白修了。 对的，这边的话一个眩晕，外侧的话好像知道带不走了，所以原地新起了一台。没错，有一个影之回溯还差一个2秒钟。哎呦，躲了一刀，再翻过来，再利用板的加速又躲了一刀，哇，这一波博弈真的是拉满。3岁现在把自己的个人牵制已经是拖到了很久了。 这里一直能再去拖，光凭着这一个短板都能牵制吗？3岁，太优秀了，甚至训出了自己的陨石磁铁。是的，太快磁铁也是直接去出，回溯也是再次用出，看这波板区博弈能不能再次搏到。完成了击倒，但这个时候外侧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一个60多的进度，并且还防了一下这边可能会传送的一个风险嘛。对，白鹿现在要把它挂在进中场，然后去抓外边破译的人。哎，这边求生者方洞察到了，知道你会打这样一套体系，所以直接派这边的阿远去破译大防的密码机。没有，他想让阿远来救，防着这边监管者进行一波换抓，让佣兵来扛这个压力。佣兵现在已经是准备好了，毕竟他手里有直接把人给偷了下来。对，然后他俩现在要不要补一下状态呢？觉得补状态会更好。 现在补好状态之后，就有一个人可以去猎人木屋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来到这边的角落，也就是这边的一个雨棚的位置，去跟佣兵一起给这个密码机进入压力。对的，这边佣兵手上还有一个钢铁护腕，可以稍微省一下。是。然后那2个人的状态能不好就行，打了一个穿刀完成击倒，让先知过来。 勘探员直接去猎人木屋进行破译，这边好像是感觉到了被发现的有点早啊。的位置是在绿河方向，是一旦先知这里要是被拿到一刀，回头再把这个佣兵挂上，这局面白鹿还是能握着一个3抓机会的。哦，还好这边荡青
荡神是直接是荡了过去。对，而且大房也是第一时间去接手到了嘛。对，位置有点远。不过刚才是交过了影子回溯，所以说这波阿远就看这个飞轮如何把佣兵救下来就可以了。白鹿现在其实应该也是有点急的，想要让对面赶紧过来救，趁猎人木屋那边密码机还没能压好。飞轮规避一下，那这样子的话人是可以稳定救下来的。开门战的话不着急亮，对，让先知先进度还差的吸有点多。对，把这个一秒看能不能先吸出来。这个牵制点位可能不是那么的优秀，而且板区消耗过了。打了个中刀了吗？没有能打到。影子回溯的话，过来一个小短板的博弈，完成击倒，手上是有传送在手的，另一侧的门没有贴到，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多抓面。对，他要去找这个佣兵，确定知道佣兵的位置，然后再去传送。佣兵的点位现在是在荡神区，直接传了。那边是勘探员，有陨石磁铁，对清理一下。他觉得他在雨棚那个点位，我挂上了人之后，你佣兵即使能给他救下来，也是比较远的。他只要在这个时间能把勘探员快速击倒就行。现在就看这个3岁能不能撑住了。不太好撑，没有道具了。没有磁铁霸王，只能就是说是倒在一个角落，让他挂椅子的时间变慢一些。对，那边也是去把这边的先知救下来了，但是这个门破译的时间是绝对不够的。不够，佣兵还得悄悄的过来，把这个人看能不能救下来，之后再去点这个大门。对。但如果这个时候白鹿排到了来卡人的佣兵呢？能找到吗？能通过这边的视野能直接判断到佣兵在哪里吗？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想着管佣兵。找一下开门的阿远，哎，是在一波钓鱼，到了吗？还是想找这边的佣兵？是，好像通过这个位置判断出来你佣兵在哪里了。耳鸣一直在。九阴现在好的话，再往前走2步，已经判断到了。看到佣兵了，地窖的位置就在这边的饲养棚，其实有机会能博弈到这个地窖的，看两边如何进行板区的一个。好像是有机会的，这里板子只要能盖掉，吃一刀就能硬走这个地窖。想要直接去冲，地窖门马上能开了，打成了平局。那这样的话也就进入到了加赛。哇，这一局的红蝶我就能直接隔着墙，我就能飞过去拿刀的，对吧？对，你打一个洞，我跟着你钻，你身位拉不开，而且还会有一个成瘾症的叠加。是，很多地形呢，它可以直接追的，可以，它可以去吞它的化险为夷。在这4个人身上，好，进入游戏画面也是直接先去往中场。刚刚的桃桃大师我们也没猜错，就是带的双弹加化险为夷，也防着自己被追。对的，这边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时装啊。抢先飞过来，低头迷烟炉。是的，低头先藏住自己的狩猎本能。前方可能会有一个祭司的辅助洞进行一个接应。是。他后面怎么去接了？也在跟上。这距离好像是能拿到一刀的。对，可以利用自身的双重误导的护盾进板吧。是。能拿到吧？哦呦，极限没能拿到。躲掉这一刀，省下了护盾。着急了。哎，但是没有第一时间翻回这块板子。是的，那相当于是直接拿到2刀。这也在钻祭司这边的洞的辅助，连钻2个。但是东玄直接利用蝴蝶去贴近身位了，对的。是的。前方的话，因为第一个洞还在，所以看7号这波能不能再去利用一下第一个支线通道。他还得接着钻啊！你要联动1次的话，你得接着一直联动。如果在这个点进行博弈的话，架住了呀，可能就直接被完成击倒了。是，你得钻了1次的洞，你还得再去钻第2次的洞，因为你祭司已经是被干扰的情况下的话，你不如一直去依靠他的帮忙。对，还好说独洞这边是没有刷一个地下室的，我可以利用逃脱术去换一下椅子。是，那就让祭司来救援吧。通缉给到的是可可的幻灯师，但祭司因为刚才把洞去打出了2个，所以现在救援的能力不是那么强，而且这台密码机可以稍微踹一下。是的，35啊，少踹了很多。那现在也相当于就是修了2台密码机。对，这边有一个利用离破移魂去进行首尾的机会。化险为夷是肯定要给的，但在这里你没有飞轮，小心点落地刀。落地刀打到了吗？没能打到。这波救援非常的成功啊！是，好像是扛到了。哎，想来一波反钻，钻早了呀！而且东玄也防了。我觉得要不反钻就直接一反到底得了，因为这样子我还可以带走这边队友打状态的遗产这个机子。是的，他这个密码机也让队友能好破译一些嘛。
这样子的话，挂椅时间也会比较快。我当时其实就可以直接说，我就倒在这个大黄色角落去。哎，这个密码机太少了，等一下它时长再好了之后，我可以外边我再去给你祭司的密码机补一脚。对，还好说祭司这边他调状态会比较快一点。对，小迪现在想要过来再次进行救援。刹那生灭赶路，飞的 CD 只有4秒钟，机动性很强。进行救援还是他这边的位置比较吃香，但是这这个里已经是在蓝了。是的，想让可可来，这里还有3秒，还能续出再回下一波飞。去拿到一个状态。哇，这里要是能再拿一刀的话，太赚了。哇，一波手影拿到了2个状态。是状态，到时候还需要再去补，补了之后你2个人又没有去破译，对，也就是说场上只有1个人现在在进行破译了。是这边燕尾蝶有点续不上。等拖好之后，然后再完成击倒。这边桃花大师被淘汰之后，场上密码机差的比较多。他现在其实可以直接抓可可，就看可可能不能藏匿到了。但这波通缉会给到谁呢？给到的是气象学家。哦，大洞现在已经打成了，那先过去把这个大洞打了之后再切人传送，时长现在没必要再踹。对，但是这波传送之后，求生肯定会有所防范，他不会。他们在骗。对，大洞我不钻，能反应过来吗？直接还是切着传送。即便是花瓷的气象，密码机已经通电了。好风也是真敢用。对，我甚至以为他差点要取消擦刀。直接翻去尝试，再翻过来，燕尾蝶有点续不上，蹲着面向板子，让监控者不好却飞过来。但是东玄这个熟练度还是很高啊。对，你迟早有站起来的时候。小迪的密码机在小花坛那边是在去起，被障碍物好像是卡住有点视野，没能成功飞过去。被电线杆给暗害了。对，一旦自己的燕尾蝶被一些障碍物啊去卡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成功能飞过去嘛。再往前走的话，祭司现在是有直线通道的嘛，所以说牵制的话也不需要特别有担心。都不知道东玄有没有能猜得出来，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了。哎，这波返照是拿到了一些身位啊。吃到这一刀，手上现在还有个洞。对，而且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小迪现在是如果真的上挂，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又来一波返照，又让到身位了，我的天了！这里的追击岛速度也确实比较快，把自己的传送也能拖得出来。对，因为东玄他捏着红蝶的时候，他这个脚步声音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嘛。你要是不捏红蝶的话，其实这个脚步声还是比较明显的。红蝶是不太好去分辨出来它到底是在哪里，只能听它那个哼唱的声音去分辨。看这波一个手椅处理，但小迪现在因为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他现在去打一个祭祀的针对，就能有机会3抓。对，利用离破一魂，看这波进行一波手椅，落地刀规避，没能打到。哎呦，恐惧震慑！哎，密码机还没压好啊！那这里再牵起来的话，2手节奏现在也虚了，传送线也还在，要4抓了。是的，可可现在的拒绝他赶不过来啊！祭司是能挂飞的，是一个半状态，他也没有办法救援，就算能赶到也救不了啊，根本救不了。祭司这位置的话，我觉得不太够啊。可可位置也已经被判断到了，已经看到过来进行追击，在骗。手上有传送，是定格现在也已经收了，也就是说你到椅子面前并没有什么道具能支撑。那这样祭司的话，看能不能给一个静物投影稍微延缓一下。那得博弈这个地窖了，但看一下地窖的位置是不在可可这个方向的。这里还能再去找到位置，肯定是远不了。不太好走，人物投影再次完成击倒，又拿下了一个4抓。是的，东玄在加赛第4局用红蝶打出来一波4抓。对的，这个4抓时长目前看下来是一个6分30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长。哇，说真的，这个震慑我是真没想到，因为这个震慑是很难打出来，因为红蝶它这个刀技有的时候确实可以木压，它刚刚你要摸出个魔术棒啊，摸出就可直接克了啊。你要说摸出来是个镇静剂。摸出来是个什么其他道具，或者说摸出来半颗球，那可以留给队友，是可以留出来队友。但是哇，小丑，再给大家提个醒，6分40秒内完成4抓，需要拿小丑打出来。对，看白鹿能否做到。比赛画面，开局先收集一下小竹笋，但是小竹笋在哪里？我还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时装，很有国风的一个时装。对的。这边的话是先组装一下推进器，对，看能不能先去驱赶一下野人的这个野性伙伴吧，骗一次上猪，然后再去追自己真正想追的那个人。3岁也开始在藏，
想着看能不能骗到一次推进器，直接想追吗？先骗一个魔术棒，就是先消耗道具，收个保护费就走了。对啊，就这边的点位，我再抓下去的话，就是他不太理智了。对，但这边你看一花他已经是下了野性伙伴嘛，所以说是有机会能拿去刀的。是，再骗一刀有刀。了。这边出刚也是因为骑过，但是现在应该是对他的杀心确实不会很大啊。他还有几秒的话，其实出就好了。等等，直接恐惧震慑，这个1分钟时间没直接翻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想骗监管者一些视野，让你故意来拉向我，然后我再回翻，给自己的野人 CD 能去拖出来。但是没能想到，对，他是想断句，但是他自己的飞轮 CD 还当时没好，他可能只是想到自己的移速能来得及往回翻，他没想到野人的速度并不支持。对，那这样子4抓面还真的有了，真有了，节奏出来了，手上的闪现现在也还在，还干扰到了律师的破译。对你另外其他人现在也没有画显位移，只能让木偶师来救吗？没有让木偶师，让阿远来。知道这边是从人皇方向过来救援的，阿远报纸用完了，靠到阿远了，没事报纸嘛，这个不重要。我只是奇怪，就是监管者还没见到他呢，他报纸用完了。那现在想着趁着这个距离能够把人救下来，飞轮挡掉了无限距，但是手上还是有闪现的。对你飞轮断了的话，他还能返还吗？对，这波律师处理很细节，算是能成功贴近身位啊。橘子先给到伤害，手里有闪现，现在他可以先把律师给解决掉，毕竟你野人现在也骑住了，我先解决律师，然后再回头去找你这个野人。对的，手里有闪现，能省下来吗？已经是一个2阶距了，身位是完全足够锯到的。完成击倒，先装个无限推进器吧。装完之后，看你野人何时下，你只要下了我就找你。我先牵气球，然后挂律师。你下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你。没错，接下来这个人只能让3岁来，但你如果说是往中场挂得特别近的话，到时候就只能让玉林来了。对的，能感觉到吗？这边小房的话是密码机在破译的，去判断。野人这边也是使用了技能，将耳鸣这边先取消掉，但好像是能洞察到野人的位置啊！我的天，哇，这个位置也能判断到吗？感觉到了野人在哪里，来得及跳下吗？没能跳下，没有跳下去，再能完成击倒，想拖一个极限距离去断掉这个无限距嘛？是。因为他跳下去之后，他是有一个模型的延迟判定的呀。对，他的伙伴这个 CD 还并没有好，所以他想要再拖一点时间，想让木偶师这边来这条路去帮他堵住。那这样子再回去找这边的阿远，如果能第一时间，难道说啊又洞察到了吗？天哪，两边的监管者不会要告诉我们现在的版本不是4大天王的版本，而是小丑红蝶的版本吧？节奏！天哪，这是一个版本来了，2次上挂的律师啊！对。你现在救人环节又没有画显位移，你怎么救他呢？拖时间吧，我觉得现在拖时间是最好的。我觉得不救了，不救，把状态保着，剩下2个人状态很健康，道具也充足，我拖时间了。是的，这是一个最简单以及现在最明确的打法了，就是我不救，我连耳鸣都不给你，我藏个角落。如果你要追我，我就硬拖1分钟。你追一个人，我拖1分钟；你追一个人，我拖1分钟。对的。白鹿现在局面虽说是有很大的4抓面，但是他现在时间以为主，大房的求生了。翻了过来，先去掉板子。这边是一个弹射飞轮的魔术师，并且有2个魔术棒，他的牵制能力很强，非常强，而且本身他也是克制小丑的存在。对，这边先可以交个窥视者加点嘛，直接使用2阶距再拉锯，但是自己撞到了墙上。那即使没有撞到墙上，我感觉距离好像也不太足以能去给到伤害。可以逼掉一根魔术棒。对。给一个窥视者加注点位是，哎呦，一个能不一到吗？哇，还是给到了魔术棒，是，因为魔术师他是回头走了嘛。对，时间来到了一个4分35秒，这时候还有飞轮，但是被骗了过来，飞轮没有办法交。没错，感觉得挂，因为他现在得去赶紧快速击倒，他只能挂，没得选了，他不能拖时间啊。现在时间已经马上要到4分53了，还剩1分40-50秒左右。对，争分夺秒啊！对，这边再往前走，还能左拐右拐，还剩1分40秒。这波左拐右拐，还是左拐，还是没能找到这个木偶就在小花坛。距离越来越远，也是给到求生者这边越大的一些机会。我能把这个时间拖到6分40秒以后。这边玉林是一波反心理给打到了，而且好像还有机会能把魔术师给救下来。越来越远了呀！魔术师一旦要被救下来，这个时间就肯定无法在6分40秒内完成了。对的，
这边的话好像能拦截住吗？耳鸣还是没有出，所以白鹿洞察不到木偶师的一个具体方位，还是转了过去。那这样子救下来之后，时间就来到了一个5分40秒了。对，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啊，6分40秒，机会会比较小一点。对。那这2个人其实都能拖，木偶师我可以应断锯，然后再加上魔术师呢，这边还有魔术棒加飞轮。这边的话锁定到2个人位置，但是有魔术棒，你就算能拉上这个楼梯的话，但是有魔术棒可以断锯啊。对。时间还有40秒，能做到吗？再往前走的话是玉林的魔术师。玉林这边的是木偶师，他这边还可以再拖。木偶师对，这边是一个诗句直接躲掉了。嗯。而且手上还有飞轮。对，飞轮还可以再拖。等一下，你转过来之后，我可以再变身。哇，那边摸到了一个魔术棒啊！是的，飞轮直接挡掉了无限锯。是。哇，这波玉林他不仅耳鸣卡得很好，就没有给到任何机会干扰了白鹿判断，而且通过自身的一个诗句以及飞轮断掉2波锯子。是。几次的断锯已经让白鹿这边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了，很明显。对。就除非说当时他在花坛那一波，如果能向右拐。对，去找到玉林的木偶师，那这把多抓面是很大，而且是能做到在6分40秒之前击倒。他要第一时间能找到的话，这个4抓面确实能在6分40秒内完成击倒的。拉扯，一直在博弈时间，还可以再变一次路易。是。哇，这个板区博弈真的是，因为他是带的弹射飞轮，所以防御机制肯定也是点满了。我只是想又一次诗句。我只是想说，我小时候坐过山车就是这样吐的。木偶师在这个残局运营能力还是太强了。嗯。还是去到这边的板区，木偶师也是直接拉开了距离。对，这把肯定还是个4抓局，就怎么打这把都是个4抓局。嗯。但是对于白鹿来说，他的任务不太好做到，因为现在已经是7分多钟了。还在博弈，哇，2块板区也是让玉林这边玩了很久了。对的，这边击倒木偶师，再去找一下外侧的魔术师。是。哇，魔术这边又摸到了什么？摸了个怀表。怀表的话，前期的小丑可能作用不是很大。不是很大，但是它代表运气很好。好吗？挺好的。对，你让我摸的话，我可能只能摸个真经技。这个时候最有用的什么？机械玩偶。是。因为既能卡耳鸣，也能就是说把自己的状态补好。对，而且还可以挡一次锯子。嗯。来招。这个魔术棒看什么时候能用出。再次用出来。又骗出来了。不过这次3岁他的走位是洞察到了嘛？对，也是第一时间反走。撞到了分身上。手上还有一块怀表以及一个飞轮。天哪！哎呀，但是飞轮没有预判到这个无限锯。是。终于也是完成了击倒。白鹿也是知道啊。时间是目前来看是一个趋近于9分钟的一个时间吧。白鹿知道的，就是说时间已经耽误了这么久，是已经肯定不会在这个时间内完成的啊。是的。那就是恭喜朱雀战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也是再次恭喜朱雀，在今天的比赛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求生者这边的一些发挥也好，还是说是监问者这边的发挥，两边的监问者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效果。女王蜂的，没错啊，主要是女王蜂这个角色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版本，可以说是必须得要有，真得有。大家可以看到女王蜂4抓是。对，所以女王蜂这个角色确实是我们新赛季非常眼前一亮的一个角色。对而且我们会觉得女王蜂原来出场轮次没有那么高，但是来进入对局看一下月，直接往大房里面走，想去找奈仔。其实就是一边走，然后一边操控虫群呢，排一下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对，这也是女王蜂强势的一个点，她的一个排人能力可以说是非常顶尖的，而且排人的成本也是非常低，双向排人是吧？而且我操控虫群也不消耗啥，我这一个交互直接上来就拿了一个试刺，是这个试刺命中很快啊，而且这个身位很危险，确实直接交大喷了，往高低差的方向走，上跳台直接下去，对，但是这边加速应该马上就叠起来了，叠起来了，
看一下第2根14次压迫走位，对，封住他往左边的走位。不过这个14次是空掉了。对，稍微有点着急。来看一下这波很危险，哇，还好极限交出了这个喷气背包。对，极限去规避掉这根14次，那这样的话还算转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身位。没错。再打一个高低差，第一个14次拿得非常快，但是后面的话呢还没有拿到啊。看一下这个位置，想14次想秒没成功。对，其实这个14次反而是贴脸的话更好躲一些。对啊，远程的话有可能被对手预判到，你反应不过来。是的，奈仔这个走位也是非常细致，在第1根14次命中之后，他其实走位就有意在规避了。拖好了，再玩一次这个跳台。确实后面牵制的还是不错的。对。补一个窥视者，那这样的话技能露出来了。第一个窥视者啊，3个喷气背包都用完了，然后牵制了1分半倒地。主要还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飞行家。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还是建立在第一波还是有点失误的情况之下。没错，对吧？后面能够稳住的心态，没有那么慌张，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看看狮子这波救援。通缉的话呢，刚才是通缉到了冬日幸运儿，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对，狮子这个位置已经压过来了。外围的密码机速度还是有些快的，因为幸运儿手里的话呢是摸了娃娃。对，那干这个样子应该是考虑要直接压满救了。对，想压满救。因为也不指望没有道具的奈仔再进行一个2次牵制了嘛。对，压满就套一个化险为夷，而且大副如果操作的好的话，保一个无伤，那这一局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能够保平的。是的，主要也是幸运儿手里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考虑说这波凯完救一波，然后让幸运儿再来救一波。有2波。对，2根14次全都躲掉了。第3个命中，来看一下这波。扯，还是救的非常不错的。对，1/4掉1/4状态能接受。狮子的话呢，在失乐园触发以后，还是非常敢于去博弈的。现在奈仔就只需要绕这个围墙，然后尽量不让开到2阶就行了。对，但是这个避免不了，因为他在绕的时候，他可以给自己一个加速。对。那这样的话，开出了一个2阶段，手里的底牌也好了，窥视者也是满的，看一下要不要直接去切一个技能。通缉到了冬日的幸运儿。但是冬日那边密码机离的是比较远的，对的。一波人上风球想要直接去找冬日，因为他刚才能量汲取的也比较满嘛。这个感觉比传送也慢不到哪儿去啊。对，也是非常快。第一波14次直接命中， 4次应急14次直接命中。对，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个单向点。回速一个香水，再补一下，感觉架死在这儿了呀。对的，这个位置可能要马上倒地了。前面有一个。弹射交出来，但是翻不过去了。冬日这边直接倒地，场上密码机还差半台，不过是起修了第6台的啊，所以还可以挂到狮子这边的话呢，就是狮子来救，另一边就可以好好修了。对，这波其实对于月来讲，他这个时间抓得很好，刚好就是抓到幸运儿这边刚把密码机亮掉，然后手里还没补充道具，只有1瓶香水的时间点。就2阶段有能量的女王蜂是完全可以给自己省下一个中期的底牌的。对的，对吧？我就可以把我这个热沙风球当移形啊，当传送用都可以。然后这个位置。这波没命中，对，如果命中的话，可能就直接秒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机会。14次直接秒掉了，出来呀！感觉狮子也是这波拖大了，没有提前交表，对，给到机会点了。其实提前交表，然后把人救下来，那边密码机是压好的呀。可能也是想着说，幸运儿没有回光返照，一旦被打到针对手里的话，自己又没有怀表，可能会被开门战打一个多抓。确实，但是这个表要是省下来的话，这边还是一个点4打到了这个14次。这个走位很细致，但是没有止戈，打到还可以止戈到了。哎呦，打到了幸运儿的一个针对。幸运儿的话，不仅是一个挂飞，而且没有回光返照。没错，离密码机位置也很远。对，大副这边的话交了一个自愈。小草往刚才他修的那台密码机过去，但同时大副的话呢，要给大房密码机一些压力。这局也不着急，他可以先去找一找这边的一个古董商。刚才救援的话呢，小草也是消耗了非常多的一个机关消的耐久。没错，这边也是又浪费了1次扫视的机会。那另一边大副刚刚开始破译，这样的话下一波其实等一等手里是有传送的。小草压力很大呀，现在。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太好，对，而且这密码机肯定不够，选择想要直接挂，往另外一侧牵吧，对，可以挂，直接牵到附近他这台密码机直接挂上，然后
是传送过去找一下大副，但大副手里还有块怀表。看一下2名直接存在了1秒钟，想排一排这个位置。地窖的位置应该是在绿河啊，离得好远啊，好难走啊，这是一个对角线啊。对，月把重勋留在大房外面，看一下回头想排这个2名能排到吗？往里面走一步呢。哎呦，差一点，但猜到了，2名接起，那人也看到了，对的。哦，那这样的话交了这块怀表。这个怀表的话是坚持不到古董商挂飞的，他是不是要去救一波呀？得要强行去救了吧？但是这个身位差得太远了。14还在封路，哇，掌握一下这个神距，哇，命中一下，14，第3段摇到了这一波，那就有机会能够救下来。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救下来。哎，这一波他提前摸了一下，没救下来，失了原效果了。肯定也是看这边女王蜂抬手，以为是要出刀，但没想到人家是交了一根试刺。是，不过出刀的话就更不能摸了呀。对啊，对吧？你就是试刺硬吃一下也行啊，感觉。但这样的话，月在1回合上半场就上来一个4抓。这个女王不归零，女王蜂互拼啊，你能4抓啊，看看我这边能不能还一个4抓。当然这个阵容的话呢，相比于上一个阵容，深距对，但这个深距其实刚刚好，因为届时他是可以直接在绿河位直接把娃放出来，然后本体去拉走的，对，然后再操控娃娃跟自己进入对局，看一下这一回合泪水好像并没有想直接往机械师那个方向去压，感觉就是选点的话没有堵到太多，哎，不过这个娃娃是不是有点太能被汲取到能量吗？探到了，那这样的话就应该猜到了，不管。想要去压住骤停的位置，是的，骤停这边他想把骤停往回赶，对，这样的话，反正你跟娃娃在一个方向，我处理娃娃也不耽误事儿，是吧？但其实骤停这个位置其实就可以直接上楼，然后荡神荡到另一边去，他的选择很多，对，对于泪水来讲，这样的话前期其实也没办法快速拉近身距，我觉得其实还不如处理一下娃娃呢，对吧？反正机械师他也走不远嘛，而且你处理娃娃之后存在。哇！一根超远试刺直接命中了！我的天哪，这两边的第一个试刺吃的都是因为一个交互，你知道吧？而且都有点羸弱。看一下这个飞轮直接顶掉，很漂亮。骤停这个还是反应很快的啊。在这位置还是要补板，直接命中。哎，这个是躲掉了过板试刺，然后对，他这个试刺刚好是离板子中间不是90度，而是有一个小夹角，给骤停这边立马就扭过去了。但这个哇，就双方互秀，感觉现在是这个就没办法躲了。而且这个位置还一直在吃加速，能进板还好。对，现在的话就要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牵制了，因为对于机械师来讲，前面2次试刺吃的一个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是，节奏确实比较快，然后。当然，节奏它有时候也会比较慢，对吧？这个不好说，对，取决于就是我们比赛的一个进程。是，主要也就看我们之前吧，对吧？看我们之前一场，可能说我们选手，对吧？也就是飞行家在吃第一根试刺的时候，可能说吃的算是比较快的。对，但是他后面坚持住了。对，但这局机械师后面不好溜了，对吧？机械师的话呢，他肯定因为飞行家人家有位移道具嘛，机械师的话他是白板，然后前面板子破掉也差不多要倒了，飞轮也交了，对，可以往角落走了嘛，去尽量去跟椅子以及自己的娃去拉开距离就好。对的，尽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骤停的话呢，他也做出了几波非常精彩的操作。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监管者从歌剧演员开始就是你每一波基本上都要跟他博弈，对吧？你看刚才非常漂亮的一波飞轮躲掉了试刺之后，你还要再去躲避一个几乎必中的过板试刺，那过板试刺躲掉之后，你好不容易砸了一个头，然后呢，你在走位的时候，你又要防止后边突然袭来一个试刺，你就一睁眼就每隔3、4秒就要博弈一波，其实这个还是压力很大的。是，怪不得说人家年轻人博弈的好呢，对吧？看他那个位置刚好是抓住一个小夹角的位置，直接躲掉了。年轻选手啊，这边也是加了一下交互速度，快速踩板，过去应该有个加速直接倒地了，没办法了。这个牵制也很不错，3台，基本上有3台，对吧？牵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波就是比较考验救援了。不过坏消息就是离娃娃有点近，对，娃娃得赶紧拉走。娃娃感觉能跑过女王蜂吗？够呛啊，够呛。但这个位置，而且其实有点距离。对，救人位能不能快速跟进呢？这样保一个无伤救什么？哇，娃娃好走位啊！娃娃躲掉了一个试刺。是，刚刚女王蜂手里是满能量的，现在能量只剩1半了。对，但是这个魔术师和吃到了。
看这个位置，哦，直接平地给刀，因为这边他是交了魔术棒，给到了泪水非常大的压力，对，还想弹双倒，看一下这波，哇，飞轮没有规避掉这一波的应急14，是这个应急14交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这波双倒是为泪水挽回了一些节奏，而且这个位置一直在加速，那对于周庭来讲，可能说就要考虑用娃娃扛刀了。哇，没扛到，娃娃主要是没站住板子，对，没站住板子，对。好，板子下掉，给到一个吸油刀，那这样的话娃娃也没了啊。合着刚才我看凌云他下铲，我以为是过来配合救人呢，原来是去新起密码机了，蹭点移速，说是。哦，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就要考验一下他的救援了。当然，守墓人救援的话呢，毕竟他是有一个救援加速的啊，也可能给到泪水一些手椅压力。像刚才是用隐身赌，有可能一个震慑的机会，但是现在的话有一个救援加速。也是在规划路径，但是他在土里是吸不到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上来哇，走位，2根14吃掉1根，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慢了？对呀，为啥呢？他是怕虫群，就是说蛰他一下啊，蛰他一下吗？可以有这个功能吗？这女王蜂的新计划也是吧？至于吧？怎么和我知道的女王蜂近期的调整不太一样？对。因为可能是没反应过来自己持刀了，我感觉就是还在观察他的手是不是真的擦刀，因为女王蜂可能擦刀动作也挺隐蔽的，对吧？那2波救援，2波双倒，直接传送落地。传送落地，其实离两位冲者很近。不过还好是摸起来了。哇，这落地第1根14直接命中，第2根命中了魔术棒。但是身位压得很紧，第3根看一下把位置夹住，直接一刀带走。我的天呐，泪水这一波节奏续的也太快了。而且那边还是守墓人离得比较近。对，新燕要。还是让凌云去新起了，主要还要看一看下一波怎么说。密码机哪怕能够，但是脸上魔术师是没有回光返照，并且他这个绝处逢生也交了。这局我只能说泪水距离4抓也很接近啊。哇，这个还好是躲掉了，对新燕。看这波新燕，如果想要去逃脱一名听者，这个位置必须得把节奏扛住。不过这边是打到了一个止格，热沙风球过来直接扯就是王道。不跟你有任何博弈的机会。看一下墨染残阳这一波，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这卡位交得很漂亮，而且吃到了一个魔术棒受击以后的加速。对，虽然说前面这个位置可能飞轮，但是没进得了板。哎呀，差一点点啊。不过好在新燕这边状态保持的还不错，感觉下一波应该是准备直接亮。对，可以直接考虑卖了。对，因为密码机也快够了。对，而且泪水这个椅子挂的其实不是很好，他如果说挂到大门的那个位置，能不直接压住一个门？是的，而且手里马上也要有传送，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挂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是把求生者的位置全部都放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不太对劲的点，就是他现在已经排到了，那这样密码机即使亮了也很尴尬。对，古董商手里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是的，看一下这2棍止戈命中，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试刺啊。对，可能有一个过板14的说法。看一下这个位置14直接命中，而且现在传送是能好的。对的，另一边守墓人看一下他的抉择了，究竟是点门还是要绕一圈？应该不敢点门，想办法走地窖的应该是。但是这一局的地窖看一下，好像在大房啊。对，在角落绿河好像没有落地，没有排到啊，就是在古董商挂的位置的附近。对，这跟上局一样，也是一个对角线。很难受，而且这个位置马上耳鸣就要起来了。没完全起，直接扭头了。泪水这一波想要不先排一下地窖的位置。想再回头，现在女王蜂手里没能量，她排点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差。确实，这真是一点能量都没有啊。对，这干涸了感觉。但你看另一边凌云，其实手里的一个铲子，对，能量也不多。那个铲子，说实话，这俩真的是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我也没有啊。但是凌云在这个点，他距离地窖也太远了吧，感觉应该要看到了吧？这个位置，哎，没看到，他没看到。但是有耳鸣了呀！泪水这边的注意力在自己的虫群上面，没有看到角落走过去的人。这个贴着边要走了，凌云。挽留还有最后46秒，能找到吗？能，前面应该是可以，应该看到了，可以找到的，对。凌云这个贴边可能是想排那个4合院的那个地窖。对。但实际上的话呢，是在大房边缘啊。是的，挽留还有最后30秒。哇，真的刀剑舞者差一点就命中了。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想极限用一个铲子扛到这一刀，但是还是没有做到，最终也是还了一个4抓。又不是没跟你们玩过。对啊，割卷员熟练度也不差的。是的，这张地图也好，打割卷员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简直是太好了，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本来也不太想惹。又隔这么远是吧？对啊。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大船的方向走啊，和新燕进行一个单挑。飞行家是一个纯弹射的牵制天赋啊。 先上来走下甲板上的小台子啊，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隐跃的。跳下来以后，进前面一个板区博弈，板子下掉，直接踩的话可以捏着自己的一个技能。是，然后回头看一下这个位置能进板。前面一个双板区，直接交个大喷，但是没有打断的这个隐跃，主要也是没跳回到甲板上。是的，前面下去这个落地刀应该不够啊，神距。前面的话应该是第一刀有了。 哎，空了一刀没事，没关系，因为 CD 没缓出来，对，就可以再补上一刀，只要别空太多就可以了。然后再上去的话呢，蹭一个窗弹嘛，碰一个喷气背包，再拉开距离。对，下楼的话前面，没有大喷了，这样转吗？那这样的话就堵死了。可能说就想着倒在海边去拖更多的时间了。是的，小火焰这边。 不想让他转出去，所以是反包围他一个转点，是反而给星焰这边一个吃闪机会了。对，当然这个节奏吃闪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是的，反正单挑就是这么回事嘛，你很难歌剧员被你溜太久。熟练度高就是这样的。凌云的话呢，想偷偷上大船，但被发现了，直接交一个护腕拉开距离。那这个位置小火焰其实可以回速，没想着回速的话，可能说这个身距就可以差的比较多。对他想硬追，因为他不想让凌云拖时间嘛。对。直接给一刀可以直接救。那这样能省一个护腕。救下来以后，新焰往脸上走，给到一刀呢，这样掩护一下凌云。凌云往旁边的小房子走，应该不会再考虑追他了。而且另一边的密码机其实也修的差不多，可以往这个方向倒，不会干扰到任何密码机。对，他往大门方向走了，然后往角落溜达一下。下一波救援的应该是斗牛士了吧？看来斗牛士已经在附近准备好了，在双11的位置啊。不过斗牛士这波救援的话，救下来之后要有一个调状态的时间了。对，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卡一卡，能救就救，不救的话就要不就卖了。是因为如果你卖了的话，外围只有一个佣兵是半状态，不过他压出来了，干扰一下佣兵的破译，而且佣兵是，看一下周这个位置被发现了，底部摩塔没命中，但是好在是没有回速啊，那还是能把这个人给救下来。对。花心围交出来，那感觉小火焰这边也是猜到了斗牛士这个天赋了。应该是。下一波肯定要去找这边骤停去尝试突破，但另一边去补状态补的也是非常及时啊，立马就贴脸了。对，补状态，而且新焰的话呢，也只在往角落方向躲，这个应该是能把状态调整起来的。主要就是看调整起来之后，两个凶者的一个跑的方向了。如果说跑的方向可能会干扰密码机的话，对于凶人来讲，下一波节奏就会亏一点。对，只能调整起来一个。现在场上的话呢，通缉到骤停了，一个遗产加上一整台的。对的，可以先往前面走，手里有传送，这个位置小火焰是可以去压骤停的位置的。是的。再往前面走，耳鸣马上起，耳鸣一起来就知道不在密码机附近。是的。不过这个排点还是没有排到。对，要稍微花点时间。这个位置中场的人一直在卡耳鸣，卡住了。回速过来。耳鸣又起，他认为这个耳鸣是凌云的啊，好像确实也是凌云。对，凌云一直在这边卡着，离骤停还是比较远的。对。凌云的话满状态，手里交了一个护腕，还有一个。然后转到了歌剧的噩梦科目2。对。这个点位歌剧是非常难拿到的，所以得走了。这个长窗区啊，传送落地去大船，对，木偶师就是找不到自己想追的那手斗牛士。对。斗牛士的话，现在趁木偶师牵制时间，应该是往中场和凌云汇合一下吗？调状态。但小火焰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把这边的木偶师逼在这个角落里面，然后就去外面去找人。看他这边的想法，应该是想去深追了。狗狗这边不给什么机会啊，这边还吃剧扛到了一刀，拿到了一个成就，入木3分啊。对，那还能再拖。这个位置2块板子下来，小火焰这个位置稍微有点慢，不然的话刚刚是有一个去博弈抽刀的机会的。对，状态没有调，不过现在在破译的是骤停的斗牛士。不过大船的遗产也有凌云往这个方向走了。骤停最好还是不要被追啊，他没有光反照，他得走再拉远一点距离。对，所以他在双11修的话，应该也要躲好。但你看小火焰排的一个方向也是非常仔细的，他是先把
右边排进，对，然后再一路往左边去排。那这样的话，人只能在最后的地图边角，是往你有可能拉点的2个方向去走。是耳鸣起来了，就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在板窗区。哦，凌云又变出来一个护腕，还是非常幸运的，这位置看到了呀。哦，等一波原地莫莱塔，是很漂亮。啊，不行了。其实的话呢，他可以尝试用一个斩步招引，是吧？因为已经充能好。但感觉应该是还没交出来，想着说翻过去之后再一个斩步再交回来。对，就想再多撑一点时间。对。但没想到这个翻过去的时候，翻的是一个慢翻，或者说他是想留着救下来之后，手里有一个木莱塔，也有一个斩步招引，是吧？对，然后可以拖到双 C 里面去溜，因为那个位置板双区是没消耗过的。是小火焰打针对了呀！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凌云这波救援必须要扛到刀啊！他打针对了，我觉得凌云就是尽早救吧，救下来之后也是2个人2人转扛刀嘛。对，或者说是想打故意过半吗？应该不至于吧。没有人贴门啊！看一下，应该快要准备救下来了。哦，用木莱塔直接带着走，看一下佣兵这刀能扛到吗？很极限，哦，扛到了。那这个位置等走远就可以把密码机点亮。是想过去追下，追一下凌云吗？但凌云的话，他是有回光返照的，而且他弹那个护腕之后去捡另一个护腕了。对，拉开距离了。椅子旁边有个护腕。给刀双11的板窗区都是齐备的，要在这个位置追佣兵会非常难受，而且这个位置小黄猿不知道佣兵还有一个护腕。但现在应该也差不多猜到了。其实刚才有一个饱满状态开的一个说法。对，再一个护腕躲掉，直接弹走到前面的一个小短板博弈。哎呀，抽刀抽到了，但是没关系啊，两边门都有在点，对，另外一次斗牛士不敢点了。是小黄猿现在的话，挂人的话一边救一边点门就可以去最后拉成一个平局了。对，骤停的话呢，也只能往，他想先传，对，想先传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人。而且佣兵也是被牵着往这个方向走的，他之前也吃过非常多刀，手里牵强的一个时间也是会拖很久啊。看这个位置。哇，骗过来了，厉害呀！这波预判到他要用斩步招引，直接选择视野不看那块板子。对，然后等听到翻过来声音之后，直接背身出刀。我的天哪，小黄猿这一波秀翻了。是，现在佣兵吃了很多战役，刚刚起来，距离拉的不是很远啊。看一下小黄猿可以往中场走去排一排，如果中场有耳鸣的话，就能确定这个位置是有人来救的。不过这个应该还是对，另一边有人要过去救了，会回速吗？小黄猿还有一个回速机会，马上消失了。应该是想追佣兵了。对，应该是要处理佣兵了。那另一边把人救下来就可以直接去点门了。对。哇，这边还是一个骗红光，但是凌云没有上当。莫师这边再交一个小加速，能做到吗？来得及吗？能做到吗？没有做到，狗狗。非常极限，没有救下来。那这边佣兵再倒地。哇，这离得好远呐！对，但莫师还有一波机会，挽留马上就要结束。莫师手里还有化险为夷，如果说能够把化险为掏出来，是有机会能冲门的。所以小黄猿也猜到了，他可以把人牵到角落去。挂角落的话应该不够了。挂角落不够了，挂角落感觉可以走。对，但是没有挽留了，留不住了这个人，而且距离也不太够。是，狗狗这个位置应该也不会再想着来救了。哎呀，狗狗感觉应该。这不是应该早点多交几段路易，用小加速，没准就能就能救下来了。对呀，这最后真的就差一点，就差2、3个身位，马上就摸到了。感觉是啊，这个，那这样的话，这个阵容有一战之力，对吧？看幻灯师的熟练度，看化险为夷大概率。对，然后这个 OB 味儿肯定是不能带化险为夷的。然后就是幻灯师这边看他要不要带。对，所以村啊，这里曾是个繁荣的小渔村。好，我们又回来了，来看一下进入对局。真九这边就是找大船的人去进行单挑。大船的话是弓箭手。弓箭手准备单挑啊。弓箭手这一局的话呢，带的还是一个牵制天赋啊。对，牵制天赋。哇，真九这个位置直接灵性回头，直接堵到了。稍微被反绕了一下下。是。前面可能要交出一个秘弩，但把秘弩也躲了，这个熟练度很高啊。龙骨弓和秘弩都让真真九给躲了。是，你看他刚那个位置在甲板上面闪转腾挪，把他道具全都躲掉了。是的，真真九感觉他这个锥形监管者玩的越来越厉害了。但这个是想抽刀，甚至没把握好，往后退的那一步。这个博弈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对，看一下，哇，这个剑，真真九这个走位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对。
反正这个回合制啊，感觉是。行，那看一下下一波吧。这个等待这个闪现转好，差不多就要进行一波收割了。是。应该会有被飞轮预判的风险吗？要看一下吧。飞轮，哎，那现在就没这个风险了。哎呀，没事，这个龙骨弓它好在是没有空。对，但监管这边闪现也是没有交。哎，是，还真是，双方就是你来我往，啊，你进一步，我退一步，啊。然后密码机也还是差的比较多的，密码机也没有够，对，也没有好。哇，真人9这个好丝滑呀！对，就直接贴脸了，而且他思路也会发现会非常直接。对，打歌剧演员嘛，不来那些弯弯绕绕的，是吧？我不用算来算去的。对，这个位置收溜闪现，要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收溜闪，不敢救。哇，狮子这边还是。老救人位的一个嗅觉敏锐啊，万一闪现了可就不好了。对，真九刚刚也是一直在看着，所以他其实这一波就是在等着你去掏，一旦看你有要救人动作，就直接配合闪现去直接打一波震慑了。哦，这边抽到了一刀，倒在了海边的位置，然后把龙骨弓交一下，让他没有第一时间跟上，能够多活出化险为夷4、5秒的样子啊。然后挂到海边，下一波来救人的应该是冬日的木偶师啊。他是一个回光返照，有回光返照的话，一个木偶师；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是守墓人，他带的只有双弹射。但这个位置其实木偶师的位置是比较明朗的，很容易就被排到。当然这边真九也没选择回去排木偶师的位置。木偶师这一波要是状态掉的少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好消息啊。比如说掉半格。对他这个位置已经很近了，可以直接交一波路易，直接去救。交路易时间够吗？看一下直接掏，没问题，状态也保得很好。不打了。不打木偶师了，就正常打针对。然后小草这边是往，是不是要倒在那个海边啊？对，要倒在大船，或者说倒大船就倒地下室了，也行。对，地下室的话，起码真人九还得一会儿出来上个楼什么的，能拖更久的时间。然后如果说要逼迫的话，也能把真人九这边那个传送给他逼出来。对。要么就交底牌嘛，但是哎，木偶师的话那边把守墓人的状态给调整好了，传送落地。单刀监管者嘛，这个就3/4就等于是满状态了。对的，要去找狮子，狮子这个位置很稳啊，他没有想着抢窗，而是选择直接交道具。其实我觉得狮子大概率能翻过去，有肌肉记忆的呀。对，对吧？感觉如果说算了，万一呢？主要也状态不是白磨对，主要你想救人位也很少去带这种牵制天赋。对你不仅辜负了自己，还辜负了木偶师的一片心血啊。好，那正常牵制，不过他似乎已经暴露了自己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事儿了啊。这当面交了一个弹射，对，弹射也交了，而且板弹也，当然板弹倒是没弹起来，但是有窗弹就已经知道了。是，开门战好像也是就是针对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啊，但上一局是没有针对到，上一局刚才是直接一个压步调离给队友也带走了，是吧？那这一局的话好像就只能原地转圈了。没错，而且你要注意到这局其实除了木偶师以外，幻灯师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但是没事，来救援的是木偶师，只要他帮忙扛到了就可以了。对的。对，只要木偶师帮忙扛到，当然真人9的话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虽然说守墓人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事儿很反直觉，但是我相信真人9他一定是意识看到了这个弹射，对吧？有弹射化险为夷，真人9是很敏锐的一个判断。是，所以你看真人9这波就是要去打针对了。对，变身扯，来转圈，能打到吗？这刀没打，不急，其实也不着急，对，慢慢来。走位哦，还在变，哇，这个侧刀太准了，亮了，亮了。亮了，这样的话，反正木偶师起码能保一个满状态。开门战要拉扯一下，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个多，是吧？然后呢，奈仔现在是往大门方向给点真人9这方面的点门和救人的压力，而冬日的木偶师是去远距离点小门，但是奈仔这边砍也不敢砍得特别的近，对，只能在双11角落那边去玩。这局还是非常偏向3抓的，因为另一边木偶师肯定就不会过来进行救援了。对，这边如果奈仔坚持不住，可能就是4，对，坚持得住就是3，一个位置非常快。对，这边还给点门一个静物投影的一个加速，能猜到吗？真人9能找到吗？找到之后还要迎接一个人物投影。但人物投影开门战是有调整的啊，对，时间不会长，比较短的时间。但是好像那边门已经开了，这边应该是要完成一个3抓了，因为地窖也好远，奈仔这边很难走。感觉这边求者就是奔着3抓来的，奔着走一个嘛，奔着走一个去的嘛，一样的。好，一个恐惧震慑，就直接击倒。
那这样完成一个3抓。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局内的表现，因为现在我们的监管者说实话太多了，对吧？就是你平常摸箱子的，他的一个预判点位可能说台球手会出生在小门，但这一波直接贴脸的话，对于幸运儿来讲，他这个牵制空间就被压缩的很紧。来，进入对局看一下，进入对局啊！前面的话，甲门方向是鲜艳的幸运儿，那这个箱子应该是如果直接追的话来不及摸的。对的。看一下鲜艳这个位置在许愿了，对他只能说是用幸运包裹了。这一局的话呢，鲜艳上来就直接被追，那说明泪水他还是不希望幸运儿补充到一个比较好的道具。不过这个球也可以啊，对，想直接开追，中场其实能封一下，对，中场是可以封一下的。过来，推杆没有推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对，但是这个位置。能把球逼一下，对他可能是就是故意退到这一侧，让他没有办法蹭反弹，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幸运儿他弹射就废了一半嘛，然后只能被迫交一个球来装作是有弹射的样子。是，然后这个位置再把求生者再架回去，这个球必须得提前拉啊！当他的惯性起来之后，就不太好再去拉球了，然后再交一个反弹射走。鲜艳的话，你看他很聪明，他是往这种轨道架不到的地方走的，这样的话就逼迫你这个退杆出来。不过第一刀还是有了，还骗了一下飞轮，对，假装出刀。那这样的话，其实感觉幸运儿就没有太多牵制空间了。幸运儿的话应该是吃闪要倒地了，因为毕竟他前期也没有一个摸箱子的机会啊。没错，看一下周婷这个位置能帮一下吗？一剑直接命中，但是有闪。哎呀，我觉得新燕跟周婷没有交流好啊。那周婷给你补这一剑的话，就应该直接走中场拉呀，对吧？这个是想等出来之后再蓄力吗？这个龙骨弓，应该就想着不保了，算了。对，想了想，不要给那么多存在感是吧？也许是这样的。那看一下这一波救援啊，应该是凌云假装救，然后狗狗真救啊。就看这波怎么样去救了吧。对，然后凌云想了想，我本来修的就慢，我赶紧把密码机给修亮。就直接给一刀也没问题，给到一刀，然后给幸运儿稍微叠点基地层数啊。前面这个位置，泪水可以不着急，慢慢追一追，省一省自己手里击球点。哎，反正有主球肯定是溜不动的。是的，而且他手里没有道具了嘛，前面直接假想要进来，原地平起，这样的话其实不过他没有击球点了呀，对，没有击球点是架点了，而且这个弹射还在，是新燕这边牵制起来了，哎呦，主球还交了。完了，这不是？那这波手里道具技能全交，感觉有点毁啊！这个节奏感觉有点毁，硬追，哎，这个能接晕一波，对，然后跳下去之后，周婷可以再补一剑，对，周婷还在修，但是没有关系，现在主球好了，关键是再补一个壁弩，原地等待，对，但原地等待也要耗时间的呀。而且他手里有龙骨弓，还可以 OB。你现在没有主球 OB 下来之后，也许应该没有交互点了，好像活不了啊。但是能拖啊！哎，我觉得可以直接签哎，没交互点啊，对，没交互点签了就是击倒啊。对他可能想着不要被打下来，先去消耗一下道具也可以。但是好像不影响被打下来，还是会回来。对啊，看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针对打到也没问题，但是脸上这台密码机干扰到了，求生者得兴起。哎，说实话，这拉拉队员选的真好，这给弓箭手帮了多大的忙啊，对吧？这简直是连弩啊，这。对，搭配起来了。是，这个 BP 挺好的。好，这一波幸运儿的一个26可以说是拖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比预想的久太多了。一个蓄力刀回头，但是回头的有点慢啊。对，没排到这边大副的位置。凌云这一波。走位也挺灵性的，对，卡得很好，蓄力刀还是没中。这个大副很灵活啊！这个位置还擦肩而过，直接救下来，无伤救了。对，状态没掉。那这样的对局，其实对于泪水来讲，他接下来状态也没有。等挂飞幸运儿之后，手里连自己的一个惯性叠加 CD 都没有。还真是，所以就很难受。也没有受伤的，主要是除了幸运儿之外。而且挂飞之后的话呢，他的控场能力相比于以前还下降了。是。所以还是挺难打的，而且现在密码机也其实挺够的，这个密码机。对，你现在的回退进度是12是吧？原来15，那你这样的话，虽然说只是3%的一个差距，但终归还是少了很多。而且密码机好像也
不用这么控了啊，有点控不住了。不强修，修不亮。那这样的话，等另外一侧呗，对吧？另外一侧。 想去找拉队员命中了，但是密码机快压好了。现在场上所有人都是有回光返照的，拉队员马上续出第2个花球。泪水这个位置想要去找拉队员，主要也是想看看他手里有没有其他天赋。对。但发现拉队员针对的是谁？对，要飞轮没骗出来，然后要膝条反射也没有，他只能回头了。击球点不够用啊，他只能去前面这个位置先把狗压走。惯性也有点不够用。对，时间太长了。 对，前面跟不上了，得交花球了吧？主球能咬到吗？没抓到。花球，然后再上来，再想把人装进去，那不行，保平了，感觉。平了，很平。就交闪现了要。对。不对，还盖到了。中场有地窖啊！还有机会。 中场有地窖，泪水手里救点不太够了，击球点不够用了，赶紧连线，OK， 连得很好，可以，还行，够用，至少把人架回来了，架回来就闪现击倒了。还好拉队员手里这花球只有1个啊，他要是有2个花球，他真就走了。对，前面这个位置翻窗，然后直接一波花球拉走，直接花球走地窖了。对，然后你这样的话，然后什么情况下他都想试一试，是拿一拿。而且啊，艾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哪儿？就是毕竟。 对面也是算是一支比较新的磨合的队伍，对吧？对，那看看吧。这个东西不好说。对，主要也是结果来论。对，也是相信这位选手他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信任吧。是。这样看他敢拿出来，我相信就是对熟练度肯定是。好，进入比赛画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局啊。那142人往中场方向走啊，本体也是切得很快啊，非常娴熟的一个切换，中场方向飘一飘，然后这边赶走，对，直接寄速，然后回头再来找小草。对，不过这个逃片没有干扰到中场密码机啊。 过来选择直接追一下我们的新人选手啊，小草。对的，第一下一组本相也直接命中了，很快啊。然后这边直接交了一个层云走。道具逼迫也是非常的快。对，到中场300的一个位置，然后再寄速在2楼，但2楼的话也是提前卡逃片了，所以说暂时不寄速，看一下勘探员下一步动作。是，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慢慢往前跟，卡一下红光，看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个追猎吸出来，然后寄速。对，前面这个位置得踩板了。 不踩板的话就想绕，把人夹死在里面，手里闪现还有16秒，是看看接下来真人9想怎么去打。这边的话，因为一直保持在59的一个侵蚀度啊。回头刚好吃到一下，强风吃到解晕了，相当于是。对，那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现在真9很难受，只能平地硬追。对，板子下了，追猎，飞轮有吗？没有按。 这个也不好按，主要也不敢往后看啊。对，然后现在佣兵也在脸上，他得走。中场这密码机其实修的不算特别多了。闪现好了，但是脚印跟错了一下，赶紧去找一下小草，身上侵蚀度已经要掉了。技术落地，但是他是直接飞上了2楼，小草这一波牵制非常的漂亮。对的，而且还把他的一组本相给他躲掉了。可说呢，这身上9的侵蚀度，这个涨了1啊，然后又涨了一些啊，偷看了一下。不过无所谓啊，你这时候就是。 能够确定他从哪个方向来，然后避个闪现，这个牵制就是很成功的了。而且你看前面还有一个飞轮，飞轮有没有一个没有做到啊，但是已经是2分钟了，可以了。是的，已经很棒了，而且尤其是作为一个新人选手来讲，对，你看密码机已经差不多接近3台半了都。是的，现在再过来干扰一下2楼的奈仔勘探员。这一局的话，回光返照就是气象学家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如果开门战。 能够留在开门战的话，还是非常有用的。是，看一下狮子这波救援卡的好远啊，这个位置，毕竟也是刚刚挂上，一会儿可能要交换过来救援。对，而且那个位置那个方向也有2个逃片嘛，他可能会还是想从中场的方向过来。对，看一下护腕体验弹，哇，这个逃片好满啊！ 打断一波，看一下第2波没打断，60、70的侵蚀度，有双倒的机会，想直接弹护腕，弹走了吗？98，卡得非常漂亮。是的，那气象学家这边的话，飞轮削的侵蚀度还想再溜，小草你还在秀，这边下掉板子，伊森收回来，这时候刚好可以寄速，可以把这个人卡在这个板子里面。对，寄速，但是没有2阶，只能硬拖一下时间。对，看小草能不能出去，能出去吗？应该是想着就在这边等着了。应该活住化解为时间了。对，已经可以了。对，已经可以了，就这个比预想中的要好。一般来说就是化解为一直倒了嘛。对，多拖很久了。对，不过好像这局密码机不太够4人开门战啊，讲道理，可能是一个3人开门战。对，因为它还可以就是时空之影固特有的那种多修一台方式，比如说我就
站在这台，我本体站在这台，然后14人回去，对吧？我14人回来。然后你要怕那台亮了，我就本体过去，然后你救了我再回来，然后这边弹开了解约，很漂亮奈仔，但是一个飞轮在躲一刀，这一刀奈仔秀起来了，这一波都扛住了，并且把这一波的一个轻视传送给他顶住了。是的，那这波顶住之后，后面的人其实就不太好去走。过来砸，但是没有砸到。是想要过去的话，另一边把陶片摁住了。陶片摁住了，但附近好多陶片，超级多陶片。而且小草身上是带侵蚀度的，现在就是等一个2阶侵蚀传送。对，等一个18秒，这个位置小草可以先弹一波拉开身距。对，密码机66的还没有碰到啊，开始修了。对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出去。但是很难坚持住啊。对，60侵蚀度，飞轮没办法，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对飞轮还没好，飞轮了。对。对，然后呢，这样的话挂上密码机是够了，然后准备打一个开门战，但开门战还是挺危险，因为手里有闪。14人的话也腾出来时间往学校门方向走了。是，而且佣兵这个位置，他为了拆陶片身上是有侵蚀度的。对，但是应该先不管他。两边先站门啊，对，本体先往大门走。另外一侧，你看，但是他们都不贴门了。是，独栋站一个，然后双11站一个，中场站一个佣兵。感觉经验非常的老道啊！对，勘探手里有磁铁，火灾有飞轮，佣兵有护腕，3名选手都不是那种很好击倒的。对，但这个位置对，想要去找一下这边的一个冬日。对，但他又不敢离门太远。他怕后面会偷。对，只能这边绕一下。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本体也亏了很多的身距。哎，不过那边奈仔没走，奈仔没走哎，奈仔没走有可能被排到，因为 S 版那个地方就那么小。而且手里有闪，一旦看到可能说就。要倒，不对，没看，越危险的地方越危险，越危险，还是很危险。回头能看到吗？没看到，刚就差一点点就要露出来了。是的，真的就在想到底在哪儿这个人啊！现在挽留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是的，什么都没有做到啊，这个挽留一半的时间。那这个挽留要拖完的话，甚至有机会争多呀。对，而且再拖下去，其实20秒就已经很危险了，因为勘探员手里飞轮效应马上就要好，他哪怕在你面前露出来，你也不敢去追他。对，哎，但是14人帮助，看到了，就排到这个点落地，然后手里的话是有闪现的，对，60的侵蚀度，回头直接击倒。里面还没贴门，没有贴到，难道说有机会了吗？有机会的，还有36秒的挽留，而且看一下都暴露了。佣兵过来卡得非常的近，另外一侧门赶紧冲过去。是这个位置留佣兵吗？佣兵手里有护腕的，这能留住吗？真九，这能把佣兵留住的？门已经点开了，门开了，满装的佣兵根本小奇技术人可以直接走的，没有技术的机会。我的天哪！那这样的话，这是什么开门战处理啊？就保平了。两边2支队伍的一个实力真的可以到他反克制。杂货商这样的角色，对的啊，所以就看他们那个判定优先级是什么样的嘛。是的。好，来看一下这一局啊，勘探员的话应该是一个双弹飞轮对的一类的。来看一下这个选点1+3，这个选点能够把冒险家保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往上走有野人，往右边走有勘探，2名求者都是可以去卡这个时候。泪水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就是左手的骤停。勘探员前期的话，磁铁对磁铁不够，但是如果说能够溜出第2块磁铁的话呢，还是有很长的一个牵制的可能性啊。大家看一下相反绕下来了，骤停这个位置直接被发现了，一波藤丸看一下藤丸怎么说？可以交磁铁。对，哎呦，藤丸卡住了，那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拐角拐上去，很难受了。因为这波其实反绕的身距是非常近的。对，这边的话没有选择开门啊，就正常把板子破掉，然后再拍一个门跳下去，绕一点点的近路。哎，这个位置又绕到脸上了。对，手里的第2块磁铁还差一点，碎石没有命中，但是普通攻击直接衔接。对，利用他开了一个门下去了，但是为什么右走啊？那样和没开有什么区别啊？比没开的身位更差了。泪水这个位置也是在原地交了一个碎石，没有给到压迫。是的，这个移形过去之后，也是把刚才那波失误给还回来了。对，再波碎石命中，但是已经拖了很长的时间了。拖出来了呀！是，在这个双的一个位置。好，看一下这个碎石啊，这个碎石就算没有命中的话，他应该也是要倒。对，补攻应该也倒。对，没有交碎石，省个碎石。碎石留着一会儿手已用了。好，那这个击倒节奏的话还算可以吧？对的，2台多一点点。密码机现在 OK， 刚才没算输液，相当于3台了，叫3台了啊。对，有一个修机很快的这个冒险加载啊。
看一下狗狗这位置直接过来，发现了，但是不好拦，手里没藤蔓啊，对，主要是手里没藤蔓就是一个重金之托，是银苍小绿的充能也不够，对。有点压力，不过躲掉了一个碎石，那就可以啊。狗狗这波救援还是非常不错的。是，你看这波又没耽误他修机，又没耽误他救人，对，这个冒险家效果非常好。而且这台87的密码器可以到时候给下一波来救人的人直接补掉。对，这样的话再直接修，哇，这一局其实 ACT 的密码机的分布也是修的非常不错的。重金之托一开，野人过来直接保。哎，这个磁铁没必要吧？重金之托开了，这个刀气很长的，对的，很危险的。这个位置野人也不好跟了。是。哎呀，这波真没必要，这波磁铁。看一下顶努力一下吗？啊，没有角度，没有角度。但现在要注意的是，2阶的杂货商其实是可以把连上密码机给它封住的。到时候拖一拖的话，可能说求生者会陷入一个很长时间拉扯。好，直接给一刀，2阶开出来。是的。哦，这边是主动下注，对，有一个 CD。先封一下密码机，对，封一下密码机，然后骤停这边呢就往远处去拉点，反正最后密码机差的还是30多的那台。冒险家手里的话有树叶，其实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其实。对，因为冒险家手里还有50的一个树叶。对，但其实差的就是这87密码机。80多的那台应该差。哎呀，没有触发一个眩晕，不过触发眩晕的话应该也不够。也不够，差一点。冒险家那台够，但是另外一台。是气象的吧？是不够，野人的。对，所以说还是在刚刚26最后那一波的时候，看太阳如果能把自己磁铁省下来，开门战真的是有机会能够拖到4人开门战的。4人开门战说法确实有，不过野人刚才那台密码机主要是被封锁了，走之前。对，过来找冒险家，没第一时间看到，冒险家就在拐角。哦，回头看到了，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对。好，把门给锁一下，然后另外一侧野人在点门，还没有点开。是。然后气象学家的话呢，位置还是比较偏向于中场的。看一下这波救援怎么说了，手里有一个传送。他是想排中场压一下耳鸣，然后直接交传。对，传送落地，气象回头，但其实气象的位置还是比较近的。对，就是看能不能排到。然后看一下这波0-0的一个身位。但是往回走的话，应该是气象可以走的。对，那气象现在已经回头了。已经回头了，应该这个身距。对，那不过再往前走，没机会了，因为他没有回头，没机会回头，对，太远了。气象再交一个层云出门啊，那这样的话，这局应该是保平了。保平，在第4回合保平，其实我觉得也还行，但可能会稍微有点啊。但是这个梦之女巫，难道说没想到啊？锁了吗？锁了。哎呀，难道这个休赛期主要又加强了一下自己的梦之女令？一度的双眼是玩的次数就没那么多了，对，没那么多，比较少。对，但现在的话，这个阵容其实也还可以，要往左手去找拉。好，进入比赛画面啊，好，非常好看的一个时装。来看一下，往中场走，想要去排这边救人位的一个身位，应该是。找救人位的话，桃子大师也可以一追。对，然后往这边走，前面就是冬日。冬日的话呢，法罗女士就是相当于有点被克制到了。虽然说有一手飞轮啊，但是毕竟在梦之女巫加巡视者面前，就跟白板差不多。没错。先寄生，先拿。看一下想拿，但这波被直接绕过去了。对，是的，这个身位差了一点。这个隐身触发的非常的及时。对，那这样的话本体也得跟着动。好，放狗已经好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其实是有点想寄生拿第1刀，然后本体狗加原生信徒带走的。是。但现在这个想法应该是想反着打。不过这个身距也未免太远了吧？寄生位置到哪了？啊，寄生马上跟上，拿这一刀还行。对，原生位置太远了，寄生拿刀。狗没有卡掉。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马上吃刀了。吃刀，然后本体再放狗，但是原生信徒跟过来了吗？原生信徒好像没跟。原生信徒应该跟了吧？跟了还停了。他没跟的话，这个狗就是一点都咬不到啊！就算跟了都够呛能拿到，因为他手里还有飞轮呢。对，而且还是飞轮卡了一波，拉队飞轮卡狗好像失败了。但是好像身距还是不太够。身距够能进板。对。那这样的话，2口狗全部都卡掉。现在的话，东日这样的一个牵制思路是非常稳的。能够牵制起来了。单信徒想要快速击倒很难做到啊。 2个信徒包夹，再给一个寄生，但是有一波逆技。
再绕回去，哇，冬日这个法罗玩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是的，感觉真真就没有发挥出这个克制的效果。对。哇，这冬日这都上哪儿去了？这都是离得好远啊！唐人街，这是一日游啊！是不是对，然后这个位置还想再摊一下外面奈仔的一刀，感觉他在唐人街这个行程安排的一点不紧张啊。这个是原声吧？对，原声。想跟过来，那看一下这板子，哇，差点砸到。对。好在说真九往回拉了一下，但是这个距离很难打到啊！啊，明哲保身，哇，这个成就还是很少见的，在赛场上。看一下这波能预判到吗？很近，哎呀，又拉远了，又被拼到了，有点眩晕了。对，而且感觉其实对于冬日来讲，因为真九一直没有给心跳，所以他逆技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是的。哇，终于忍不住切闪了！16B 底牌，3分钟才倒。哇，冬日，你简直让我感觉到了一丝寒意呀！是的，这位选手虽然是新人选手，但是操作上面是丝毫不减啊。是的，这个操作很厉害啊！她这个法罗女士，她真的是这个，哎呀，很厉害，词穷了有点。是。好，这边桃子大师还帮忙挪一下椅子，挪了更远。刚刚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把人搬过去，但现在的话可能要无伤救。哇，那这个位置救下来，先占密码机。真九手里没人，站住密码机也没用了。真九想拖时间了，现在时间我觉得是能拖够，关键这局有可能要被3跑呀，好像很难平。闪现直接打到法罗，闪现还行，寄生给了法罗。对。那再挂上，好像密码机有可能被站住啊。不过得补一个寄速，补一个寄速之后还要把原生拉回去站。对，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原生大师手里还有一次逃脱术。原生走好远啊。先站一下狮子这台也行。想直接牵过去，然后逼迫哪怕逃脱大师交逃脱术也拉不远。对，很好的一个思路，但是。这一场对局的话，对于真九来讲节奏还是比较差的。这还是得操作术，远点是点。对，远点是点。走了。站住这一台，哎呀，这个要注意啊，因为现在场上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理论上说还是有多跑机会。对的，还是能够的。对，然后桃子大师这边是先把被动打掉，给到一刀的时候，另外一侧就得救。桃子大师一定要给密码机的修机压力。这个位置心里直接把化险为掏出来。是的，而且现在手里暂时没有能够去终结掉的手段，只能说硬追。而且你硬追的话，击倒法罗女士，你还要再过来补寄生，你补寄生这个时间。现在法罗要扛到了小草。那这样的话，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拉远，去给到你本体，没有办法去补足这个寄生的时间。是，拉得好远啊！对，一直在往前冲，想打针对刀，能打到吗？没打到，翻过去，再叫一个弹射，已经起心机了吗？对，已经起了，很稳。另一边拉顿也过来了。对，想要再去找冬日太晚了吧？不动的话。密码机不动的话，那不真九这时间就超级多。对啊，就能拖出来了呀。现在时间肯定是已经超过上一局时间了。逃脱大师是不是得去修一台新的呀？就看接下来逃脱大师能去打出一个3跑了。逃脱大师给点压力。追逃脱大师，既然你那边保人的话，我这边追逃脱。那另外一侧驱掉了呀，另外一侧直接寄速给驱掉了。对啊，上挂飞的人就直接走掉了。一个不注意，那你这个位置只能去闪现狮子了。这个还行，窗户翻烂了，就还能倒。那再把逃大师挂在这台遗产机附近，但是另外一侧对角线又要起心机了呀。而且你现在状态已经摸满了。对，不好给寄生。对，这密码机有点控不住啊。整来一波超巨挂。对，超巨挂人，但是你超巨挂人超过来之后，你也是有一个80多的密码机等待着你。然后寄生的话要给到这边逃脱大师，然后丢到密码机那边去。现在这个翻盘点，我觉得就只能是打玫瑰王反招。对，你这个开门战是必有的了。但求者这个位置肯定会给到一个很好的时机，他不着急的，拉队慢慢过来救人就可以了。对，你只要救下来就行，只能打逃脱大师针对。对，对，打逃脱大师针对打到还有说法，打不到就不行了。里面法罗女士已经去准备贴门了，看一下这波救人。恐惧震慑，这不骗到了吗？那时间拖到了呀，大师也没有，对啊，他现在走不了了呀。
我觉得奈仔这个位置有点太想当然了。不是，主要奈仔他也好像只能这样救，对，因为他不救他要放松了。对他不这样救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反应慢了一点，就是手速没有拉到最快，没跟上。对，那这样的话好像又有机会保平了。但陶大师的话，好在是还能一挂。对，平的机会很大呀，这样的话。对，真是有这个开门战给他给打出来了。是因为这边心里的寄生手里闪现马上就要好，能消掉吗？应该能先消掉，能先消掉。1秒钟没消掉吗？不对吧？这个进度，那这个节奏要出事儿了呀！原生的闪现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奈仔这个点可能还救不了人，现在全都被架住了。另一边抢点门，想给外面点门的拖出时间。不是，他们刚才消的那个信徒应该。不是这个，就是对他们应该已经消掉那个信徒，但是他用的是陶德大师的信徒啊，所以消不消掉无所谓啊。最终还是恭喜 ACT 啊，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哇，最后这波开门战，就是开门战。其实我可以沿着你这个足迹，然后提升自己的一个移速的情况下，然后进行追击。没错啊，包括防 OB 的话，毕竟你在一次击倒的时候，肯定是会开启自己的一阶，有这个反补的，就是弓箭手也可以考虑说走远去追击一下魔术，看他的一个想法吧。这几天下来看到女王蜂，好，来看一下起追的位置也是往中网线驱赶，没错。但这次目标的话，应该是要往墓地驱赶到弓箭手以及教授了。是的，这一波走到了磁铁是在窗前啊，准备好了，过来。这样的话前期是可以蹭一点能量的，但这个角度想要释放4-4的话会比较困难。这个长窗其实对于女王蜂来讲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地形。是的，也是先把把这个板弹给窗台给消耗掉嘛。没错，一个碰刺，但非常及时，没下到。没错，这一波还是出手的有点慢了，是的，时机不太对。那磁铁这边也只交掉了一个龙骨弓啊，这块长板其实对于女王蜂来讲也是没那么好处理的地方。没错，那前面的话龙骨弓看一下能不能是否命中核心，没有命中后车弩。但是还是吃了一手4-4，现在状态掉了1/4。也行吧，就是主要是前期的道具消耗的会比较多，而且一个走位的话是刚好接到了。是的，梦幻小迷这边一个预判的4次，互相的一个预判吧。对，是梦幻小迷占到了上风，顶上是有地下室啊，但感觉应该不考虑挂了，别挂外围。勇者是因为担心挂地下室，所以提早过来了。对的。目前版本女王蜂她的一个手椅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教授提前过来也没问题。教授这边的一个救援也会比较稳定嘛，因为你的4次是没办法打断这个救援的。是。所以0.5的免伤是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点的，给到一刀，然后就来。没错。这个节奏来看中规中矩，2台半左右要上第2次椅子。看磁铁往哪边带吧，带到 S 板，然后下一波队友就可以解放开了。这样子命中一下，看一下外围的话，也是让第2个化险为过来交。是因为整个阵容上面我们看到是有3个化险为的，还是比较偏稳的。没错。可惜的就是梦幻小明这一波没有开到自己的一个2阶。对，刚才的一波是崩掉了，现在强行挂回墓地，知道你教授可能会开墓地的密码技。是教授是回到了红蝶河，被通缉到了半状态。现在就看一下梦幻小明能否拦截到守墓人的下一波救援了，是从双11的方向赶来。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先提前 A 出来，那边有虫群，有电车会干扰到，这边只能进入到一个反补，但是人已经救下来了。这点磁铁是直接命中了一波核心。对的，手上的话还有个后撤，看一下前面，先补上一手后撤。现在要在原地先等了，等撕裂子降下来再进行追击。没错，道具其实已经没有了，而且这一把因为磁铁他没有选择带一手飞轮效应，所以也导致他的中后期很难再进行一个牵制。对的，把人挂上之后，其实密码机满打满算也就有一个4台左右的状态嘛。哎呦，这一波冲击到了半状态的教授，有机会直接传的呀，直接传了，调不起来。对的，因为这边是技能没有选择交过，一个热杀风球跟上。看一下鳞片挡到一刀，是的，弹了一波，但是其实位置还是比较差的，还是有机会继续黏住。但这边的话，其实密码机在补了，4次打掉了被动，看前面再补上一个4次。哦呦，就差最后一下了，能量有点不够，但这个位置其实密码机已经快修开，看一下能不能吃一个平 A， 可以的。没错，
那这样密码机应该是能通电的，小白这里。是的，独栋这台能够开掉的话，就是比较安全了，因为其实最后一台在外面，外置位的话，万一小明想举过去的话，也得强行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没错，这边可以选择说多开一台新的嘛。又或者说小白毕竟是带了一手化险为，看要不要选择去救一波，然后化险为带走。对，小白直接贴在附近，给你压力。如果梦幻小迷真走的话，那这一波无伤救下来的代价，我觉得梦幻小迷是没那么舒服的。对的，因为无伤救。那看一下，想去追一下五星。那其实这边是有道具的一个守墓人啊，不带好击倒。现在就得时刻注意着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不能被求生者偷偷破译开了。那这边求稳的话也选择不出产了。是。再多拖一会儿，反正我要受伤的话，那我肯定也是带远点，然后再受伤。前面马吉在补，这个时候再回去，直接反补。看一下，这一局拉扯的话，选择方是完全不给机会的啊。但这边也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点，但这一次我觉得大家都有去防了。对的。这地方再交一个魔术棒。但不敢翻这个窗，尝试搏一下窗。那小白其实还是很惊险啊，他没有翻窗，是反走了一波。对，想等一个4-4，但是一直没有命中啊。小白全靠走位给你扭光了。那现在外围的密码机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啊。主要是88这台压住了。对，所以新起的那台就比较慢一些。哦呦，这边的4-4一直没有机会命中，其实就差1/4的一个状态。对的，终于忍不住直接出刀。龙武机打倒，那现在传说是拖好的，而且那个位置的话，落地下来是个满状态的教授，我觉得不太能去教这个传送啊。没错，因为他们这局特定是让教授救了第一波之后没有开墓地，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甲门跟墓地的一个最远端的密码机。感觉还是留着开门战吧，得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命中2次热，这个4次。对的，一次有一次躲了，能量还够，能量还是够的。这边贴近一次很危险，再交一次没有命中。对的，有机会拦开吗？但是密码机快压好了。哇，吴昕还在躲。是的，而且吴昕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在一个卡半救援，然后魔术师那边因为有自己的被动存在啊，所以是可以往外拉，但是还是被反区博弈直接打倒。对，对梦幻小迷来讲，蜂群赶紧丢出去，然后挂上魔术师。可以继续去寻找一下吴昕的具体位置了。但这波卡半的话，其实是给了求生方一点点保命机会的，因为现在的话看能不能排到了，排到好像看到了，排到。这样的话，4-4直接架点，哎呦，铲子打断，手上的传送还在。对的，墓地门是不敢点了。那这波传送过去，感觉还有机会再拦空调，就看空调能不能撑到守墓人那边交出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了。是的。这边的话也是尽可能往 S 盘带，然后想办法往甲门走吧。这边先交道具，然后往甲门走。没错，把门让出来，鳞片挡到了，但是扳回去。没错，那这个位置可能就被架住了。这边不太敢走直线了，因为他鳞片已经交过了。这个点，吴昕也不敢去点墓地门他是点不了对另外一边的门的，他只能点这个门。是。但是梦幻小迷好像已经反应过来了，看一下把人牵起来，但是电车非常极限的躲过了这一波去了。那不敢点门的话，其实后面还是会爆压的。他们在赌，对，不是他们在赌。如果这一波过去的话，梦幻小迷有机会回来把门偷开。是的，热杀能量有点不够的，不能全交完啊。交完了，但这样子门点开了还行。他没有说全部交完到门口。对，如果说全部交完到门口的话，这边可能点完门以后还有可能给你掏了走了。是的，它主要是一鸟的话，就看是说我辅助前期的牵制，还是说辅助救援上面的一个帮忙，不让双倒。是的，是的。但是他同时呢，也得考虑，如果咒术师过来帮忙的一个移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嘛，能够稍微逼一下野人集成自己的野性伙伴呢，对于后期的一个运营来说也会更好一点。来看一下奇追也是往中场先驱赶一下，这个时装也是非常的帅啊。直接往中场，直接把莫名赶到了2楼下的一个位置。那么前期莫名的一个破译速度呢，也会非常的慢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把小明的位置给赶到墓地外围，因为墓地是要让给先知先优先破译。是，前面空地的一个双重惊喜，看是否能命中了，直接交喷气背包。那就等第3段喷完了以后，再移动自己的双重惊喜。对，这边同样架住板子，然后第2段再给上到1颗。没错，那你现在进入 CD 的话，哎呦，成功的一个过板球，虽然被砸到了，但是惊吓标记还是上到了。那下一个双重惊喜呢，就有机会引爆伤害。是的，
所以小一鸣这一波必须先把他板下了，等你交双重惊喜，他再使用道具。不过可以看到，先知已经在用翼鸟盯他了，哎，翼鸟抵挡成功抵消。对的，但这样的话也能够开出空中飞人，双惊喜复用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了。那这样子的话，直接交了悬停。对，但也是趁你背包真空期选择是移形交出来，而且是粘住了一个身位啊。是的，这边有飞轮。 想尝试抽刀也没有拿到，野人这里也要被干扰一下。哎，打你这个地方了，哇，太大胆了！双惊喜复用，直接烫掉，再次击倒，野人反而成了那个被钓的鱼啊！是的，就他其实不太应该在这边这么就当面修有点太近了，对，太近了。你这个位置他因为我们不用远程狙击你啊，是，我走到脸上就是双球再加双球。对，我们赛前也在聊这个问题嘛，就是野人的话，你真空期很长。是，如果说被打断这个上珠啊或者之类的，其实就是不太能接受的。是，这把节奏其实基本上已经炸了，因为求生者已经没有一个化险为夷可以来救援了。如果说让咒术师过来救援，可以救下来，但是不一定能够保住这个野人。野人哪怕骑行了，他也是会被打下来的。对的。但这一波看一下，人来了很多啊，都在扛惊吓标记，但野人还是倒了，还上不了。那边是骑了，但是被烫了。对，所以还是处在一个平地走的姿态。那你平地走的野人，他走的又慢。 太克制了，那看一下前面的话，因为毕竟上一波是花了2个人过来救援啊，整体密码机进度能看到是完全停滞的一个状态。没错，而且中场这边陈某人还要被干扰，等于说还是得有人跑图。对他们来讲，好的地方是在于没有人掉状态，没有人掉状态，那年景刚才一个双惊喜成功的续上了先知身上的惊吓标记啊，这一波年景是可以考虑。 追先知或者来墓地，年景他的一个卡位非常细节，他2楼底下完全注视的这边墓地是没有往外走的，这要交双惊喜了。知道这边的一个背景家就在里面。对的，还有2手节奏无缝衔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第2段排到啦，移形再贴脸，先把你道具逼出来。对的，背包往回喷。那这样的话进板只需要等下一个双惊喜就行了，先跳过来，上到了一个白色的惊吓标记。 没错，再等2秒钟。目前这个版本是16秒的双惊喜啊，相比以前呢也会更好接受一点吧。对，一个飞轮很精彩，但是还有一段双重惊喜，看一下。不过好像上不了白色的吗？哎呦，极限的一个时间躲掉了。小叶明站出来了，墓地的牵制也是成功帮队友续上了命啊，整体的一个牵制节奏非常好。 那这样子一个拉扯的话，还是要倒回墓地里面，但好在是没有好在，外面没化险为夷了。坏就坏在遗产，对，又坏在遗产这里。目的是他前面自己破译的，他没法带走，他的道具已经不足以让他带走了。是的。那现在外面等于要重新再破一台新的密码机啊，下一波年景只要拖到自己的一个技能好了，底牌一切，他可以打一手来回拉扯了。对的，现在有点困难，因为这边的一个密码机是一个63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抢不了的，而且墓地的一个地下室，它是非常方便非常方便监管者去进行拦截的。对，两边全是空旷的大平地，视野特别好。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往外赶，压着先知的位置往回去看。他看到先知越走越远，他就知道另外一头一定会来人。对的。那如果说先知也往这靠呢，那没关系啊，你另外一边来人的话，就等于没有动密码机，他们就必须要打墓地这台最后的遗产了。2段空中飞人直接贴近，那这样子的话，马尾是有飞轮的，地下室口去拦截有点难的。用焰火舞台想黏住这个地方，黏住以后飞轮先交，没有顶掉。那边先知应该是下去了，完全给堵回来了呀！卡到了一个没法出来的位置，双球能上吗？再复用一下，调整一下位置，调整一下白色转盘区域。对的。 这里是焰火舞台一直黏着啊，但是如果真要打倒他的话，可能要等下一个双惊喜了。对，或者等下一个绕线幕也行。对，绕过来了，直接打倒。那看一下墓地的密码机也在抖动，这一波就不用挂地下室了。那看一下这边再去打一手先知。 但现在这边的话，毕竟，哎呦，这个慢翻其实是有点危险震慑的风险的，有点危险。但这波只要把它打成半状态，那边咒术师摸不起来的话，其实求生者还是很难打。对，来看一下往墓地里面走。其实如果说3个人抢这一台的话，就基本上很难去挣出。主要是什么？喧嚣他是没有插刀的一个角色，对，他没有普通攻击后摇。那你这种情况下，强行来抢，哪怕咒术师带一个3层元火咒箱过来，你其实也不一定抢得开。他主要是手椅上面他没有压力，我底牌还在啊。对，我一会不行，我切个失常，切个窥视者。 那你炸了呀！就谁贴，那你炸了呀！就谁贴脸，那你炸了呀！就谁贴脸敢给2颗球，基本上我就追谁就行了。对的，对的。我只要能挂到这个遗产，这密码就很难开。是的。
来看一下两边分工合作，想去抢在密码机，然后宙斯过来分摊一下救援压力。双惊喜，看他们先把达到一个交出来。哦呦，飞行家这边可是对的，挂上也就淘汰啊，去用命抢，想用化险为夷，可以切市场，根本抢不了，冤枉纵向打断，但来不及。密码机不够啊！这有足够的时间回来处理咒术师，那两个人你修吧，修到手段都修不开啊！没错，这里再补一本猿猴咒像，双惊喜马上好了。是的，双惊喜骗一手往回，还在躲，有点机会翻过来，空中飞人再衔接一球。是的，其实他们的决策是出现在哪呢？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办法预判年景是否带着底牌，对他们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移形挽留加张狂的这么一个带法，对的，所以也导致年景这一脚失常，真的是摧毁了德武求生者最后的希望了，就赌了，只能这么说，因为其实从他们去打这台遗产期的时候就在赌。是的，对吧？因为但凡如果说年景这边是带手底牌的话，你是不可能抢开的，完全没有暴露，他一直在捏着自己的这手底牌，夜色的。对的，而且你这一套阵容上面道具的消耗，其实很难以支撑你说后期是在开门战之前铺排好、安排好的一些情况。是的，因为你道具密码机，其实我的另外3台都离得比较远，没错，你很难说快速的去包起来。就各玩各的吧，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说去多辅助谁了，然后自己去牵制自己的，然后不干扰到。好，来看一下起追，直接去找玩具商了。是的，小夜明的这个位置其实离大房还是比较远的，也会导致他的踏板可能不能够发挥出最高限度的一个效果。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起飞然后滑翔，这样拉一个直线距离，就消耗你的一个击优点嘛。但同样是反手去找囚徒，并且囚徒的位置好像，离得还是非常近的。对，他是大房外围的密码机嘛。哎，再回头想要去中场吗？掉头回来了。我感觉应该是去把密码机封了再走，主要是干扰一下他们的一个破译进度，对吧？那我积攒一下，闪现毕竟还很久。是的，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击优点，然后现在过来去消耗一下玩具商的一个道具跟他的一个弹射，这边窗弹交出来。没错。有弹射的话，其实前期还是比较难去拿到状态的。但他前期其实去到大房那个位置也没有释放击球点去封那边密码机。外围可以看到病患和大副手上的遗产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对的。我踏板选择往大门方向，没有开滑翔翼。没错。应该想等着下一波再使用了。前面也是能去交出自己的一个反弹，但是好了，你说直接交闪。小夜明这边也是没有携带飞轮啊，但是心跳反射加一个化险为夷。对，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一波交跳板。球已经好了，看一下交主球，主要躲掉了，但这边。好像来不太及，一个蓄力攻击直接打倒。但是密码机其实进度还是不错的，除了大房的那一台，他们这一把感觉是打战术了。大房那台应该是在给外面传的，让外面的密码机没有办法去被回退。对，大房这台我就算不多，对吧？你要回退就回退，我只回退一台，我是可以承受得起的。那外围现在兴起了。甚至第4台、第5台的进度都已经有了，而且这边跳板的话还是有一个的。对于小夜明来说是有个2次牵制的机会，打到主球抓到了，那这个距离有点远了，感觉是来不及卡半了。是的，再摇一段表，前面很极限的位置敢救吗？怎么说？打到一刀，但是卡板没成功啊。对。那现在玩具商提前进入了淘汰节奏的话，对熊仔来说不一样了。他们本来是有可能说4个人开门战的。没错，那现在的局势又下一个球特别舒服，这边交跳板但来不及。是的，直接普通攻击成功打到。那这波玩具商淘汰的话，年景下一波再去续节奏，就比较有机会了。没错，现在就不太一样。因为你只要还有密码机没有开，它就可以无限的去回退，无限的去控场。对。然后利用主球或者说后面拖好的闪现去造成伤害。但能看到这局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确实也是来到了一个4台啊，非常快。这一把如果说不过半的话，真的，密码机也是有概率够的，真的有机会。这边甚至还骗到了年景的一个主球啊，击球点消耗的也挺多的。是的，交出过锁。是。这样的话，雄者最后的一台密码机，哇，离得好远啊！这3台密码机，角落一台，然后是201窗，对，留得很好。这样的话，年景如果想控场，就要消耗非常多的击球点。找到了半状态的大副，是的。但对木敏来说的话，手上还是有一个怀表的，有队友给到他的道具啊，先交了怀表。那这里把密码机一封，看一下是不是打算走了呢？
感觉有可能走了再回来。对，等大部分等3段秒过，海表结束。对，等3段秒过，因为外面2个人其实他反而没那么好追啊。但这一局那边是调整起来了。你有看到密码机没有晃动嘛？是。然后知道你没有去破1了，那我选择去外围再去控一下密码机，然后找来囚徒，但囚徒也防到了。年景并没有排到囚徒的走位。对。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闪现也是好的，感觉是给球人方去拉扯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对，马尾这里来到大门，他其实甚至都可以往角落那台密码机去传电了。对的。对他来讲，这台肯定是不好开的。接下来就看一下年景的一个追击，能不能快速的处理掉。方向怎么去交？这边交出击球点是够的，但他没有使用，飞轮顶掉还是被抓了。那现在你手上的强电流已经用掉了，对，全部交完。下一波还有闪现跟上，直接击倒的机会。只有一个膝跳反射，进入假想腰状态退杆，然后再补一个闪现，但是有踏板跳出来，但是没太大作用啊。是的，不过外面的密码机其实已经马上要压好了。这一波求生者是只有囚徒这里。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是的。开门战呢也有机会说去利用这一点来。但好消息是个椅子面前的强电流在，那这样子他是可以去积攒自己的一个技能的。没错，下一轮会有一个强电流的2次牵制机会，先把板子跟踏板先处理掉，不给到你这个机会点。对他其实大概率知道你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然后我举过来，我先把边上能够牵制的一些地形给你破坏了。对的。挂上以后。冒着乌鸦的大副过来救援，是的，我看一下，其实他可以等你救下来嘛，救下来以后再交主球去打针对，所以对于莫名来说，救援拖多久都还好，主要是拖出囚徒的一个飞轮。是的，把飞轮给拖出来，这样的话下乙呢，马尾就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规避一下那一波针对刀。看一下。就看能不能躲掉这一刀了。这一波是进入一个漫长的拉扯阶段啊，只有莫名一个人在拉扯。哎，救下来了。但是没有在飞轮好以后救下来，也是打了年景一个措手不及，但主球直接吸到了。那这一波命中的时间点来说，我觉得是有机会给年景去争多抓的。对，为什么？其实可以再拖一会儿，因为他淘汰进度还蛮久的，他们想。卡半救下来吧，所以不想拖到这个飞轮好了。但其实这个卡半意义就没那么大了，因为毕竟你是要保证囚徒是能拉开嘛。手上是护腕吗？看一下，有闪现直接打倒了。他知道玩具商前面可能给他塞道具了。对的。这里如果给点身位的话，是有可能说交一个护腕去把人给救下来的。对的。来回穿梭，看能不能赶上门的距离，但其实门已经开了。是的，熟练度非常高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最后一台密码机其实离月亮门还是比较近的。对。所以对于年景来讲，这一把应该是只能够拿到一把3抓了。3抓。但是其实也已经非常不错了。对的。他的开门战的思路非常的准确嘛，这一把他必须要保底来一个3抓，不然就会结束比赛了。一定要稳住3抓。这个最低要求，最好的话是完成一个4抓，来把大家特别好追的角色在边上啊。这个位置只能开局先逛一逛了，因为像斗牛士啊，像心理都在比较远。好，来看一下起追，脸上的2个都不是特别想追吧？应该找小房了，没办法，他没得换了。对，他选这个位置，他只能去追小房。那小房那边也是提前拉点，拉到了3板的方向。对。这边远程双惊喜，但有点堵啊！这双惊喜是没有视野的，就有点那种找用找 CD 的感觉了。对，前还有一段，这里直接沉晕，不让你第2段释放出来。对，非常稳，小白。因为这样的 CD 交换的话，我觉得道具交换就是比较符合说我要去保稳的牵制。无所谓的呀，我交一个沉晕，你是双惊喜，完全废掉，我下一波强风完还能再交沉晕。对，这里小白先捏个强风。对，先进窗户前面的点位的话，双惊喜看一下释放，而且他上一波双惊喜是完全没给到惊吓标记的，小白容错率还很高。这里看一下反走再加强风吹开，那这个双惊喜顶多只能命中一下了。想骗翻，骗到了。是的，再过来双惊喜，看一下，很细节。但是翻回去吗？这样的话给到的惊吓标记其实还挺多的。对的，这波有可能被沉默住的，还行，没有连到。对，先沉晕，先拉开了，保稳还是得
拉开距离先。是的，那也可以强行撑到下一个双惊喜了。这一波一个反弹往窗边拉，手上是没有飞轮的，交互双弹的话能触发基本吗？上，哦呦，躲掉了。了，还把双弹给触发了。那这一波再绕出去，孟小明没招了，他空中飞人进入 CD， 双重惊喜也是。对的。 现在反弹还能交出来，小白牵制的非常好啊，他反弹还没好，还没好。就这一波，如果要拿刀，还是只能等下一个双惊喜啊。对，但贵呀。虽然说脸上有地下室，但是无济于事了。对的。求生者的密码机节奏是完全足够的。然后主要是你压到的是佣兵的密码机，无所谓的，佣兵本身就可能是让心理过来救援。是的，因为可能还是考虑到心理的一个救援，他必须要贴近椅子才能救援，所以说。 还是尽可能保稳先，让他先交出化血为，下一波再让佣兵过来救援。是的，甚至可以看到心理这边是非常自信啊，我离得够近，而且我能吃你3次伤害，对吧？我就先把这台密码机修点遗产出来，一会儿我再原地回来修。就实在不行，佣兵旁边能补救，是的。这一波要不要打双倒呢？打双倒的话，还能第一个心理的绝处逢生，但是感觉节奏不太好，已经没法再追了。也是选择继续处理小白。那这样的话，佣兵是交护腕去把心里的密码机给补开，然后再过来救援。然后再过来救援，因为这一把他们是有机会4人开门战的，非常有机会。最后1秒翻窗，再卡你一个空中飞人，把人往回挂。汪小明得强行挂了，得强行挂回大门，不然的话。 顺着求者节奏下去，他就炸了，有点够呛啊！感觉这个距离有没有机会挂上以后再用？我感觉是有点距离，这个位置要挂回去吗？太远了，能做到吗？能做到！我天哪！喧嚣加浩克之道，他的一整个移速是非常失常下去这局，但。 直接失常，其实求生者可以接受的。对，无济于事有点。你底牌张狂全暴露了 ，OK， 我外面破一台新的密码机，对吧？我大不了开台新的，然后去跟你争这个保平，就最差我就给你一个3抓嘛。你没有底牌的情况，你很难试的。不行，这个救援无伤，我的天哪！这就是喧嚣为什么要办佣兵的原因啊！是的，一个假视野进板之后，再一个护腕弹出。对，那这样的话，大门其实2个人一起抢呢，也。 没法开掉的，整体进度来说，求生者必须要到外面再破一台新的密码机。没错。说不定也能抢一抢，但是肯定抢不开。是，你抢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外围还是得多开一台保稳才行。提前开嘛，先开的话安全一点。这边也是能修到一个80左右的一个状态。对的。然后万小明也是强行交了空中飞人，他知道这一台很有可能要被抢开，所以得赶紧回来。 843的一个状态，完全是走不掉了。现在有点，佣兵直接给到了双球，然后3颗球引爆，但没关系，你敢走心理就贴上来，对，就是2个人心理要给足够的压力，不然的话佣兵就要被追倒了。对的，但这局开门战最好是还是让佣兵牵制，毕竟还有个护腕。心理这边是把自己的技能先给交了，是的，放出了一个锚点的一个虚影。对，那这一波。 交了以后，孟小明手上暂时也没有节奏啊！看一下佣兵那边翻的道具是什么呢？是再次翻了一个护腕，感觉是想去争对手心理了。毕竟心理的话，开门战是白板嘛，没有任何道具。而且心理交过化险为夷的呀，对吧？你交过化险为夷的话，他是有可能没有回光返照的。没错，这边的博弈的非常精彩。这样的话，2台密码机都快压好了，而且2个门都能同时贴。 我觉得没有挽留的情况下，还是更偏向于会往角落带了，往角落带了。哎呦，甚至这边是地窖，过空调还没有挽留，还能多吃一刀。前面的话有双惊喜，还没有击倒，倒了。但是人的位置在角落，但斗牛士这边已经去到了大门附近。而且万小迷底牌也已经切成了失常。 感觉有点难了，现在望洋兴叹啊，管不掉大门了。对的，那最终家也是2位求生者逃出了庄园啊。恭喜家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一个2比0啊，干净利落的拿下了比赛。哇，真的